伴随着剧烈的痛苦，我缓缓地睁开了双眼。什么情况？我不是已经被丧尸干掉了吗？我拿起手机看了眼日期，顿时一惊，3022年8月24，怎么时间还倒退了2天？离丧尸病毒爆发还剩下2天，难道是我做的噩梦，或者是我重生了？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假如没记错的话，今天上午女朋友会和我分手。等过了一会儿，我的手机铃声就响了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竟然是我女朋友。此时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我接了电话，果然我女朋友要和我分手了。我这时候是真的慌了，因为在梦里我感受到了丧尸病毒的恐怖。仅仅2天时间就让我们逃无可逃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任何的储备，家里面的食物吃完后，要不就是出去找食物被丧尸给干掉，一些胆小的就活活在家里饿死。我非常感谢上天能够给我这一次重生的机会。丧尸病毒后天就会爆发，时间紧迫，我得赶快准备。首先我就先打电话给我乡下的父母，让他们把能储存很久的食物全都带过来，就像什么腊肠、咸菜、腊肉的，有多少都拿过来。最后嘱咐他们今晚就要到我这边。安排好家人后，下面我也得去采购下物资了。我去了一家大型超市，我直接联系了一个大货车，先是直接把超市里面的速冻食品给搬空，就连冰柜都给他买了下来，然后就是买了50袋大米，然后把那些泡面、挂面每种类型都来了50箱，水也是重中之重，超市的矿泉水全被我买光，还有超市里面的肉，牛肉、鸡肉、鸭肉通通给他装进车内。大致那么一算，这些食物大概都够我们一家3口吃个10-20年了。食物问题终于是解决了，现在就是回家把家里给加固下。我家就在楼的顶层，丧尸病毒爆发后，楼上可能就相对于安全一点。首先就是房门，我耗费巨资装修了一套全金属钢铁门，然后就是窗户，给它换上了防弹玻璃，再装上防盗窗，防止有人或者丧尸爬楼到我家里面。末日之下，不只是丧尸恐怖，人在没有食物的时候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情来，所以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这一忙就忙到了晚上，我累瘫在了床上，刚要睡着，突然被一阵敲门声给惊醒。突然的敲门声给我吓一跳，我不敢过去开门，我怕丧尸会提前来到。过了几秒，敲门声停止了，我缓了一口气。突然电话铃声又给我吓一跳，是我爸妈。你小子叫我们过来，怎么不开门啊？原来是我爸妈，于是我尴尬的去开了门。爸妈提着各种土特产来到我家，他们心里很是纳闷，平时过来带土特产我这么嫌弃，现在我怎么变得这么开心？心想这小子难道开窍了吗？爸妈也是疑惑的问我，你怎么把房门都改成铁门了？我也没多做解释，你们信我，明天自然都能解释得通了。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，我就睡了。就这样平静的一晚过去了，就剩下最后一天，丧尸就要爆发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前所未有的暴雨落了下来，犹如末世一般。根据上次我死亡的记忆，丧尸爆发的前一天，也就是今天，天空中会突然飘落下一些奇怪的箱子，俗称空投，后来人们把它称之为救赎之箱。箱子里都是一些从未见过的高科技东西，而这也是我今天必须弄到的。在末日下生存，不仅需要充足的食物，还需要这些武器来以备不时之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些空投箱也是分等级的，有灰色、黄色、紫色、金色。据说在末世来临之时，一个大学生意外发现了个黄色空投箱，最后竟然成为了世界前100强高手。想到这里，我内心也是非常激动，因为我的重生，所以我可以抢在所有人之前，先一步去那里等候空投。我和爸妈打了声招呼，就出门了。此时外面还下着大雨，我拿着伞。根据我上次的记忆，我来到了一家医院前面等着。我等着，终于看到一架直升机从下面投放了一个盒子。此时我内心也是非常的激动，我难道也要成为高手了吗？在丧尸爆发的前一天，我终于等到了空投。
此时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，难道我也要成为高手了吗？我走上前去打开空投，发现竟然只是一个巨大的棒棒糖。什么鬼？这是要我给丧尸吃棒棒糖吗？我心想，既然是空投内，这肯定不是普通的棒棒糖。于是我就背着巨大的棒棒糖回去了。第二天，我往窗外看去，只见楼下有很多丧尸以及逃跑的路人。丧尸视力极其低，甚至可以说是瞎子。他们一般靠听力和嗅觉来寻找食物和区分同类。凭借着记忆，我记得在丧尸爆发后没多久，一个金黄色的极品空投箱会降落在一个湖边，离我们小区并不远，开车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到达。虽然很危险，但是我必须要做出选择。于是我和爸妈嘱咐了一下，你们在家好好待着，等我回来就赶快去寻找空投箱了。我下楼后，只见我车周围还有2个丧尸。我看了眼自己手上的棒棒糖，算了，还是牺牲下我的手机吧。把手机闹钟打开，直接丢向另外一个方向，吸引丧尸。随后我便立马上车，开着车去往了湖边。去往湖边的过程很顺利。到了湖边，我发现这里竟然一个丧尸都没有。难道丧尸都怕这里面的武器吗？箱子并不大，我打开了箱子，拿出了一个类似荧光棒的剑。拿出的那一刹那，我脑袋里显示出了一段介绍：高科技幻影剑，削铁如泥。紧接着我又拿出了一个戒指，空间戒指，容量为1万斤。最后一件物品竟然是一件很帅的衣服，高科技作战服，可以抵挡大量的伤害。我内心十分的激动，把这些都给穿上了。这难道就是梦幻开局吗？我感觉有了现在的装备，我对自己实力无比的自信。我开着车想尽快的回到家中，把这些消息告诉我爸妈。刚走到家门，只看到我家的肛门竟然是开着的，我有种非常不好的感觉。我成功的拿到极品金色空投箱，回到家后竟发现我家门是打开的。我赶忙回到家中，刚进去就看到了一个丧尸，我根本没犹豫，直接拿出幻影剑，就一瞬间，这个丧尸就被我解决了。解决丧尸后，我焦急的在房间内寻找我的父母，但是还是没找到。我父母不见了，也没有看到他们变成丧尸，心里也不知道自己是幸运还是不幸。都怪我上次为了引开丧尸，把手机给丢掉了。我恼怒的下楼，把气全洒在了丧尸身上，3下5除2的就把楼下的丧尸给全部清理干净了。我很愧疚，为什么我没有照顾好我的父母？就在我还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时，突然有个女生从我车后面冒出来。她对自己的样貌和身材很自信，1.65米左右的身高，精致的五官，在这末世中特别容易让男人生出保护欲。她刚刚看到我这般的厉害，还以为我是特种兵，和我说道：特种兵哥哥你好厉害，能不能带着我一起？只要跟着你，不管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。我根本没心情搭理她。她见我不说话，又说道：求求你了，我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。我想着一个小姑娘也是怪可怜的，那你就跟紧了，跑丢了我可不会去找你了。哦对了，以后别叫我特种兵哥哥，听着怪别扭的，我叫小蛋，你呢？她也是非常的开心的说道：我叫万万。突然我想起来一件事，万万，你把手机给我下吗？我需要打个电话。没错，我就是打电话给我父母的，打来几次电话都是无人接听，这让我的心情又是烦躁不已。平复了心情之后，我便带他回到我家中想想办法。小蛋哥哥，这么多食物都是你准备的吗？看着满屋子的储备，万万惊诧不已。难道小蛋哥早就知道丧尸会爆发吗？我也没多说，就去浴室用矿泉水洗了个澡，清醒一下。洗完出来后，就对着万万说：你也去洗个澡啊，多少天没洗澡了。万万自从进屋之后就一直发愣。我也可以洗澡吗？确实在这个末世之下，对于现在的人来说，就连喝水都很艰难，洗澡简直就是奢侈啊。废话，难道还要我帮你烧好水吗？万万也是激动的跑到了浴室，万万激动的跑去了洗澡。我可能今天也是太累了，走到椅子上缓缓的就睡着了。而我一觉醒来就看到万万在我的面前。小蛋哥，你醒了？我尴尬的说，昨晚不小心就睡着了。
而万万把泡好的泡面已经拿到了我的面前。醒了就来吃早餐吧。我接过泡面吃了起来，这也让我对万万逐渐有了好感。吃完后，我想想父母的事情还没有什么线索，急也急不来，现在只能尽快的提升自己的实力，才能保护好身边的人。而万万在我身边，也必须给他找个合适的武器才行。于是我就带着万万踏上了找空投之旅。刚下来就发现今天楼下的丧尸更多了，我拿出了幻影剑，直接一手旋转陀螺给他们全部铲除。此时我发现有部分丧尸被干掉会掉落个晶片，我刚去拿晶石，脑子就出现晶石碎片，服用后会增加人体各项机能。我顿时一喜，二话没说，直接把掉落的2片晶片吃了下去。刚吃完就感觉身体有一股暖流经过，就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一般。此时万万还担忧地问我，小蛋哥，你吃丧尸掉落的东西干嘛？不会有问题吧？我叫他不要担心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现在我们要找的就是空投箱，必须让自己更加的强大才行。我昨天看到了空投箱，但是周围有很多丧尸，我不敢拿，就这个方向，一直往南走。我也不是犹豫的人，有了方向，我便直接开车带万万一起去找空投。我们开了大约半小时的路程，路上还撞到了几个丧尸，直到我开进一个足球场内，发现这里竟然有2个空投箱。但是这次和上次情况不同，空投箱附近竟然有着无数的丧尸，难道丧尸只怕极品金色空投箱吗？就在我思考的时候，万万就对我说道，小蛋哥，那群丧尸朝我们围了过来。我也没有把握能够一次性解决这么多丧尸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此时一大波丧尸朝我围了过来，我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拿出剑冲了过去。我在清理丧尸的时候，竟还有另外一拨人也在清理丧尸，肯定也是为了空投箱而来的。没一会儿，丧尸就被清理干净了，掉落下了不少晶石碎片。小兄弟，你这么厉害，要不然加入我们团队吧？你看现在都已经是末世，多个人多层保护嘛。先稳住他，拿到空投箱再把他干掉。这年轻人太厉害了，让他来了我这老大的位置也不用当了。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吗？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玩得挺溜。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，这2个空投箱我要了，你们谁有意见？刚刚说话的那男人被整个尬住，合着忽悠半天，别人根本不吃这套，眼里只有箱子。你这兄弟不厚道，人在江湖飘，竟敢这么狂！箱子是我们一起发现的，而且我们有3个人，你就1人怎么敢和我抢的？话音刚落，突然一道剑影划过，现在你们就直接2个人了，空投箱你们还想要吗？你居然杀人！现在这个世界同为人类，你不互相帮助就算了，还自相残杀。又是一道剑影划过，现在就剩你1个了，你还要这个空投箱吗？大哥，我不要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你放过我好吗？赶快滚！就这样，我看着他远去，我收起了自己的剑，早这样不就好了，也不看看自己的实力，人多还喜欢欺负人少。接下来我就带着万万去开那2个空投，第一个是个水壶，科技水壶，可储存100升饮用水。第二个竟然还是食物，科技便当，相当于1个人1年的伙食。第一个灰色箱子，没想到都是食物，我是真的无语了。接下来就是紫色箱子，这里面就只有一个物品，就是这个粉色弓箭，刚好适合万万。我转身看向周围的那么多晶石碎片，这一趟来的不亏，我在空投箱找到了一把粉色弓箭，刚好适合万万。我转过身把弓箭拿给了万万，然后我再看向那么多晶石碎片，因为我上次只是吃了2片，就感觉自身的有使不完的力气。假如我现在把这些全吃了会怎样呢？我也没考虑那么多，在这末世我拼了，直接上去把这些晶片一个一个的吃完。吃完第3个的时候，我的身体突然发生了质变，难道我是升级了？脑海中显示出一阶异变者，身体各机能全属性翻倍，也就是说我的体力和力量、速度等等这些都会直接翻倍，这是非常强悍的，也就相当于你以前跑100米要14秒，而现在只需要7秒，大大的提升了自己的存活能力，成为了一阶异变者。我明显的感觉到了自己的强大，难怪上一世还有高手排行，并且前10大高手都是稳稳的坐牢宝座，吃了这些普通人还怎么比呀？
这简直不要太逆天了！我上次吃了2个，而这次吃了3个，就成为1阶。我慢慢的苟下去，那我以后也不是会成为高手吗？万万看我在旁边傻笑，走过来打了我一下。你怕不是吃这些吃傻了吧？你别吓我。我尴尬的挠了挠头，没事没事，这个是可以增加实力的。说完，我还和他展现了我现在的速度。还剩下5个，你吃了吧。于是万万就把剩下的5颗也吃完了。万万也升级了，现在我们也算是有点自保能力了。下面我就回到车上，开车回到了家。我们刚到家门，发现竟然有2个小偷正在敲我家门。我上去就是一脚给他踹倒。你干嘛呢？另外一人对我冲了上来，我又是一脚，转眼间这2人就被我2脚踹在地上不敢起来。这让我对1阶异变者有了初步认识。想想上一世我遇到一个人都会被欺负，而现在升级后根本不需要耗费我一丝力气就能把2个男人撂倒。突然我想起了在家中无缘无故消失的父母，这让我很气愤，难道就是他们搞的鬼？你们是谁？我父母是不是被你们抓走了？别装死！少侠饶命啊，我们不知道你父母是谁啊，我们兄弟俩只是饿得不行了，才会不择手段的找寻食物的。对不起对不起。我还是不死心的问道，那你知道还有谁来过这里吗？这个我们也不知道，不过在丧尸爆发前一天，有个叫陈刚在到处救人，他有着自己的幸存者团队，据说他现在已经是2阶异变者。这个人我知道，上一世他就是未来城的城主，也是未来城的第1高手，而我有着前一世的经验才升到1阶异变者。这个陈刚竟然这么厉害，然后他们还把陈刚现在的所在的位置告诉了我，我才把他们放走。我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变得更强。第2天清晨，我就带着万万出发了。过了这么多天，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，空投箱基本上都是每天早上8点左右随机掉落，所以越早过去找到空投的几率也就越大。找了几个小时，终于在一条老街找到了空投箱。就凭现在我们2个1阶异变者联手，在丧尸爆发初期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小蛋哥，快看那个空投旁边的丧尸怎么好像和我们之前碰到的不一样？等等，有问题！那个丧尸是新变异的，也称为2阶丧尸。我心里的不安感越来越重，因为在上一世这种2阶丧尸是在1个月后才出现的。难道是因为我重生了，这些丧尸也变强了吗？虽然心有不甘，但是只能先行撤退了。小蛋哥小心！我一回头，没想到丧尸就直接朝我扑了过来。2阶丧尸实力更强，还有着简单的智慧，竟然还偷袭我。一轮进攻下来，我也是顶不住，这家伙力气也太大了，打得我手都麻了。再这样耗下去，我和万万都会很危险。丧尸把我压在了身下，我这一刻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。难道我这一生又要没了吗？就在我绝望之际，一道线就这样突然的穿过了丧尸的头。小蛋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谢谢万万。没事个锤子啊，吓都要吓死了。我们还是一起看看这个空投箱里面有什么吧。我走上前去，只见空投箱里面竟然暗暗发着光，让我惊诧不已。我拿出来一看，竟然是一小瓶蓝色的东西。天赋药剂，使用后有一定的概率出现异能天赋。这个我知道，上一世只要是排的上号的高手都有自己的属性天赋，就像陈刚就是火系属性。有了这个药剂，难道我也可以觉醒天赋了吗？虽然这次很危险，但是能拿到天赋药剂也算是收获满满。这瓶药剂也将带领我真正的走向强者之路。我强行按下自己心中的激动，带着万万来到了一个地下室，四处观察了一下，都很安全。万万，我现在要喝这个药剂，你守着我一下。没问题，小蛋哥。于是我坐在地上，拿出天赋药剂喝了下去。这药剂没什么特别的味道，几秒钟后，我脑子突然一热，就犹如有道闪电要出来一般。但是这种感觉只持续了3分钟就没了。什么情况就没了？我有点懵逼。突然想起来之前说过，这个药剂是一定概率出现属性天赋的，难道我就这么倒霉吗？
没有属性天赋，就算前期现在有优势，但是到了后期实力就不是光看阶级了。有属性天赋的和没属性天赋的完全就是天差地别啊！我叹了一口气，脑袋突然一晕，竟然就这样昏了过去。但是又好像是在感悟什么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就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，天都已经黑了。万万也都一直在我身边守护着。只见我看向前方，下一秒就有一个空间球凭空出现。我走进去后，立马从我刚看的地方出来。没错，我觉醒的就是空间属性。空间属性，目光所至的范围都可以用传送门瞬间移动过去，每日可使用3次。我喝下天赋药剂后，成功觉醒了空间属性。小蛋哥，你好厉害，竟然可以瞬间移动，这也太强了吧！我心里窃喜，那可不，要是谁和我打，我突然出现在对方身后，那谁顶得住？虽然说一天只能使用3次，扫虽然是少了一些，但是用得好，一次就可以干掉对方。我还沉浸在自己变强后的喜悦中时，突然灯光变成红色，迎面竟然走过来一群2阶丧尸。之前这里不是没有丧尸吗？难道是我觉醒天赋动静太大了？我连忙使用了空间传送，带着万万传送到地下室出口跑了出去，后面还跟着一群丧尸。还好我们跑得快，跑到车上，一脚油门，终于是甩掉了丧尸。我们开着车回到了家中休息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便出了门寻找空投箱。我们需要尽快提升实力，因为在末世中每一个月就会下一次丧尸营，而每一次结束后都会有更高等级丧尸出现。我们在找寻空投箱的路上干掉了很多丧尸，最后也成功的把我和万万提升到了2阶异变者。升级过后，现在我们就把目标放在了2阶丧尸守护的空投箱。上次就是因为我和万万联手杀了2阶丧尸，箱子里才出现了天赋药剂。据我所知，末世前期就连1阶异变者都寥寥无几，只有陈刚才可能与2阶丧尸一较高下，所以正常人看到2阶丧尸跑都来不及跑。而我们现在正要去找2阶丧尸，好在这2阶丧尸也不难找，终于在一个废弃仓库找到了一个2阶丧尸，而他身后是空投箱。果然2阶丧尸出没的地方很大概率都会有空投箱。万万这次不用你出手，看我的好了。还没等万万说话，我面前就出现了时空球，下一秒我就出现在了丧尸身后，手起刀落，2阶丧尸就这么没了。现在这个时期，可能也就我可以这么简单的解决掉2阶丧尸了吧。我走上前去打开空投箱，正是天赋药剂，2阶丧尸旁边肯定会有个空投箱，这是我这么久以来总结的规律。我把天赋药剂拿给了万万，万万上一世就是前10的高手，觉醒天赋属性那肯定也没什么问题。果不其然，他也觉醒了。隐匿天赋每天只能使用1次，每次可以持续5分钟，隐匿期间增加速度和攻击力。果然上一世能成为10大高手之一是有原因的，这个隐身属性也太变态了吧。这时候刚好偶遇昨天撬我家门的那2兄弟，我怎么看你们这么高兴啊？大哥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听到消息，之前我们和你说的幸存者团队马上就要成立未来村了。到了未来村，我们就不用每天担惊受怕的生活了。还有别的消息吗？听说他们已经清理了大半个区的丧尸，建立了一个安全区，现在只要是幸存者就可以前去入住生活。我心里也是感叹，上一世未来村是丧尸爆发后1个月才建立起来的，难道就是因为我的重生导致了丧尸的节奏变快了吗？好的，知道了，你们也快去安全区吧。好嘞哥。小蛋哥，我们要去吗？听起来好像挺靠谱的。去，当然去，但不是现在。首先我们要先升到3阶异变者。未来村里面的人很多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鱼龙混杂。毕竟在别人的地盘，只有自身实力够硬，才能保证安全。我都听小蛋哥的。升到1阶异变者所需要的1阶丧尸碎片只需要5个，升到2阶异变者需要1阶丧尸碎片50个，或者5个2阶丧尸碎片。现在我们2阶升3阶异变者，也就等于需要50个2阶丧尸碎片。只要把我和万万都升级到3阶异变者，
那我们才可以放心去未来村。现在我和万万都觉醒了天赋，面对二阶丧尸也是丝毫不惧，所以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地下室。末日丧尸爆发后，我重生了，被丧尸重重包围，我从早上杀到晚上，终于干掉了这一群丧尸。随着我和万万相继觉醒天赋，二阶丧尸已不再是威胁，反而成了香饽饽。我们正在开车去之前的地下室，走进地下室，果不其然，还有一群二阶丧尸在那里。我们直接杀了上去，从早上杀到晚上，在我和万万的配合下，终于是把丧尸给解决完了。我们开车回到家里，相继的突破成为了3阶异变者，因为就连3阶丧尸都还没出来，所以应该没有比3阶异变者更高的存在。我们在家中修炼了一整晚，终于是突破成功了。虽然一整晚都没睡，但是第二天一早依旧是神清气爽。万万，我们现在就去未来村吧。于是我们就开着车去往未来村。虽然未来村只建了几天，但是让人感觉这好像就是世外桃源一般。到了入村处，不少的道路都已经被他们封了起来，村口也是用围墙给挡住，而且还要排队。我也是醉了，都什么时代了，竟然还要我排队。趁着这个空闲的时间，赶紧关注一下这个有趣的作者吧。在这未来村里面的大部分都是异变者，普通人很少能够坚持来到这里。异变者觉醒天赋也分很多种，比如陈刚的火系属性就是可以释放火焰，攻击力巨大；水系异能者可以用水攻击别人，他们一天可以满足2000人的用水量；光系异能者可以帮助人们缓解疲劳、恢复伤势，就和奶妈差不多。后期光系异变者是必不可少的，还有什么土属性、木属性等等。像我的空间属性和万万隐匿属性，这种就算是特殊属性，排了2个小时才到我。你们2个登记下都叫什么名字？小蛋、万万。什么阶级的异变者？我心想太过招摇不太好，我们2个都是一阶。进去吧。我们刚进去没走多远，就有2个人拦住了我们。此山是我开，小伙子识相点，你们2个一阶异变者进入未来村寻求庇护就得交过路费。面对小菜鸡的挑衅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？身为3阶异能者的我和万万，出入未来村竟然就被2个小趴菜给打劫了，这简直是厕所里打灯笼找死啊！此山是我开，小伙子识相点，你们2个一阶异变者寻求庇护就得留下买路财。我定眼看去，一个1阶，一个2阶。哦，假如我们不给你会怎么办？呵呵，兄弟怕是说笑了，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我要让你们新来的了解了解规矩。这规矩是你家定的吗？大哥，别生气，这小白脸怕是个傻子吧，一点都不懂规矩。不过他旁边的女生挺不错了，我把那小子收了，然后再献给虎哥。我笑了，刚好还没用过我的无敌棒棒糖，那就拿你们试试手。3阶异变者的速度是非常快的，只见我手速超快，给作者点了个赞后，身形一闪就直接到那1阶异变者背后，一棒棒糖就给他拍飞了。你还要买路财吗？虎哥心想，一个1阶异变者怎么可能速度这么快？肯定是靠什么武器。有本事咱俩都不用武器来比一比。好，如你所愿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现在就给你点赞加关注，求你饶了我吧！在这个世道本来就不容易，而你们却在这做着这种勾当，下次让我再看到你们欺负新人，别怪我刀剑无眼。我一定改邪归正，一定一定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虎哥说的话可信吗？后面我就带着万万走进了未来村，这里的生活挺好的，有交换物品的地方，有饭馆，还可以组队出去杀丧尸获得晶片。在末世里，这就犹如世外桃源一般。突然我感觉到了一个强大的气息出现，是敌还是友呢？丧尸爆发后，我出入未来村就解决了2个强盗。此时我和万万走在草地上，突然我感觉一道强大的气息出现，我心里有点担忧，不会又是那2个强盗请来的打手吧？只见一道光束出现，此人竟是未来村的村长陈刚。少侠，我是建立未来村的村长陈刚，今晚将是丧尸爆发后的第2个丧尸雨，那时会有很多3阶丧尸的出现，
还请少侠能助未来村一臂之力。我拍了拍脑袋，自己竟然把这事忘了。但是我也很好奇，为何陈刚会知道我能帮助他？我也想帮，但是我不一定有这个实力啊！我刚说完，陈刚便冲了上来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陈刚究竟是好是坏呢？他朝我突然出招，搞得我有点懵逼。只见他一脸笑意的说道：“少侠好身手啊！不瞒你说，我看过你来未来村时把小虎给收拾了。假如没和我一般的实力，也是不可能这么轻轻松松的解决二阶异变者的。所以我才向你求助，未来村还需要我们来保护。”哈哈哈哈哈！陈刚村长也是名不虚传啊，火属性果然霸道。哪里，打了这么久，我还不知道兄弟是何属性呢。晚上我会来的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我和陈刚约定好后，他便回去布置防御去了。我和万万继续走着，我内心也是感叹，没想到丧尸都已经出现了1个月了。回想上一世，丧尸最高的有9阶，而人类最高的只有8阶，可能到第9波丧尸雨的时候，人类就已经输了吧。不过这一世不同，我有了上一世的经验，我相信我能够帮助人类走向胜利。转眼间就到了下午，我们走到村口，发现陈刚和他身边的2个2阶异变者早已等待多时。此时是多么的安静，但是我们知道，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。陈刚请求我一起对抗第2波丧尸雨。到了下午，大家伙都集合在了村口。只见陈刚身边还有2个2阶异变者，一个正是之前被我教训过的小虎，还有一个我记得也是上一世的10大高手之一，擅长用水的静儿。我们就这样默默的等待着第2波丧尸雨的到来。大家小心，丧尸雨要来了，进入战斗状态。我们5个人齐刷刷的看向天空，只见一道闪电仿佛劈裂了天空，一道时空裂缝就这样出现在了半空中。丧尸慢慢的从其中走了出来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兄弟们，这是个持久战，咱们轮流进攻，我先来，其余人先养精蓄锐。话音刚落，陈刚便直接飞到半空中，对地面的丧尸发起了攻击。刚开始出来的是2阶丧尸，根本顶不住陈刚的火焰，可是这丧尸就好像杀不完一般，一直涌出。小虎、静儿，你们来顶一会儿，我需要恢复下体力。这无疑是个正确的决定，毕竟这只是刚开始，后面还有一大波3阶丧尸。假如陈刚现在就透支体力，后面就怕是难以招架得住3阶丧尸的攻击。小虎和静儿2人虽然是2阶异变者，但是他们的配合相当的默契，一个用水，一个用电。当水遇到电，轻松的就可以把大范围的丧尸给解决。终于是到了凌晨12点，小虎和静儿已经精疲力竭，陈刚也恢复的差不多了。12点以后就是3阶丧尸了，3阶丧尸防御力很强。接下来就是轮到我们出场了。陈刚你在天上用火焰强攻，万万在后方射箭，我前去正面攻击。我冲上前去，陈刚的火焰伤害和万万的弓箭伤害都被抵挡了大半。只见我们3人联手才勉强击杀3阶丧尸，看来这是一场硬战啊！我们勉强抵抗了几波，只听见天空中一声巨响，掉落了一大群3阶丧尸。看来这就是最后一波丧尸潮了，是时候了。陈刚，我给你传送到丧尸背后。话音刚落，陈刚身前便出现了一道传送门。兄弟们，没体力了，没体力了！丧尸爆发后，我和陈刚辛辛苦苦灭掉一波丧尸云，天上的空投也纷纷掉落下来。我占据了一个最好的位置，却没想到半路出来2个大汉拦路打劫，我彻底爆发了。我和陈刚的团队正准备共同迎接第1波丧尸云，而面对3阶丧尸的最后一波攻势，我终于是使出了我的天赋技能时空穿梭。陈刚，你快进去！只见陈刚进去后，下一秒就直接传送到了丧尸背面。我在前面吸引火力，陈刚则在背面火力全开。果不其然，3阶丧尸防御力固然强大，弱点则就是背后。只见陈刚在丧尸背后持续输出，没一会儿，这些3阶丧尸就被消灭了，掉下了很多3阶丧尸晶片。陈刚也因为体力耗尽晕了过去。
这些3阶晶片，我们5个人也平分了。经历了一场的大战，我和万万也是疲惫不堪，回到村里休息了。可是我们并没有睡多久，因为在丧尸雨爆发后，第二天早上9点就会出现空投雨，那时候天上会掉落特别多的空投。说实话，我还蛮期待的，毕竟其他人都不知道会有空投雨，而我只要提前等着，那岂不是要赚得盆满钵满？想着想着就已经天亮了。万万，我们赶快去昨晚丧尸雨的地方。虽然空投雨会覆盖整个未来村，但是我知道在丧尸雨爆发的地方，那里的空投箱才是最好的。万万也没多问，反正只要我做什么，他就会在我身后默默的支持着。走到了村口，没等一会儿，天空就开启了一道裂缝，密密麻麻的空投箱从天而降。早已等待多时的我，就像猎人碰到猎物一般兴奋不已。万万也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到了，别傻站着了，趁着别人还没反应过来，赶紧反手就给这个有趣的博主一个3连吧，再不动手博主可就没动力更新了。抓住这个时差，我疯狂收割，不一会儿就把村口的2个金色空投箱和4个紫色空投箱给收到了储物戒指中。这种感觉也太爽了吧！把村口的空投收集完后，我们就准备回村子内再捡些空投。没成想突然出现了2个大汉拦住了我们，刚刚巨大收获的喜悦感一下子被冲淡了。于是我决定好好教训一下他们。丧尸爆发后，终于是迎来了空投雨，我连忙把村口的空投箱全部收到了我的戒指里面。在我准备回村子里面继续捡些空投的时候，没成想遇到2个大汉拦住了我们。此时的村子里面也是沸沸扬扬，大家快看啊，天上掉空投了！什么情况？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空投。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捡空投，不过大部分都是低品质的空投，大部分都是食物之类的，而我在村口捡到的全是高品质的空投箱，里面基本上都是高科技武器、天赋药剂等等。因为村口就是昨天丧尸雨爆发的地方，自然而然的空投箱就会好很多。刚收集完这些空投箱，我正准备往村子里继续捡空投，没想到竟然被2个大汉拦了下来。大哥，我刚刚看到很多金色空投箱和紫色空投箱被这小子收走了。哦，小子，这么多宝贝，是不是该分我们俩兄弟一点呢？见者有份吗？不是吗？我大好的心情一下子就被冲淡了。都是什么人呢？抵挡丧尸雨的时候没见到你们出力，现在下空投雨了就知道抢别人的战利品，大家的都凭本事。我劝你们赶快捡空投去，搞不好还有高品质空投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。哟，你小子怎么和我大哥说话的？你知道我大哥谁吗？还真没听说过，最近才来的未来村。我大哥叫武大郎，最早来未来村的一批，怕了吧？赶快上交你的空投箱。哈哈哈，我还东门庆呢，滚一边去，我没时间陪你玩。这句话彻底把大郎给激怒了，直接朝我使出了一招狼爪。只见我身形一闪，仅仅是一掌就把大郎给打趴在地上。看博主这么帅的份上，赶快给我点赞支持一下吧，有2下子可是根本不够看，我就不陪你们玩了，我还要继续捡空投去了。于是我就回到村里，继续开始了我的拾荒之旅。我吃了3节丧尸碎片后，身体里面竟然开始冒起了红光，身体就好像要被撑爆一般。难道我又要急了吗？我刚收拾完武大郎，准备到村子里面继续捡空投，这时候突然小虎走了过来。大哥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有几个3阶丧尸不知道怎么混了进来，现在村民们在家都不敢出门了，陈刚村长还没有醒来，只能求你帮助我们了。快带我去！小虎带我去到了那里，还真不少，竟然有4个。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跑进来的，难道有人趁着陈刚昏迷，从而……不想了不想了，还是先把这几个丧尸解决了吧。经过之前的教训，我知道了3阶丧尸虽然正面防御力很强，但是他们行动迟缓，只要是到达了他们背后，就可以很轻松的解决掉他们。假如我没有空间属性的话，确实有点难打，但是只见我使出了空间传送，一瞬间我就到达了丧尸背后。我蓄力一剑，
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解决掉了，同时也掉下了4个3阶丧尸碎片。谢谢大哥，保护我们村民的安全。没事没事，应该的，没啥事，你可以先走了。只见小虎眼巴巴的看着地上的3阶碎片，你还有事吗？没事就快点走吧。小虎也是委屈的离开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莫名的想笑，又得到4个3阶碎片，加上之前的一个，刚好能够让我升级到4阶。3阶到4阶这2事我还是头一遭啊，想想就有点激动。我带着万万回到我们的住所。万万，我现在要开始进阶了，你出去守着一下，以防不测。好的。接下来我就把3阶晶片一个一个的吞了下去。当第5个吞下去的时候，我肚子里竟然冒出了红光，这给我吓一跳，不会是我身体承受不住了吧？头也开始痛了。我突然明悟了，这个感觉就好像那天觉醒天赋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我突然大吼一声，终于是突破成功了吗？友情提示：丧尸爆发这剧情可能后面会换成其他类型丧尸剧情了，不过其他的丧尸剧情也是同样精彩哦。我怒吼一声，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力气，疼痛感也在慢慢的消失。我坐在床上感受着新得到的力量，现在的自己都感觉能够正面一拳把3阶丧尸给锤飞。我感受着身上每一个角落，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一段话：异能升级成功，瞬间移动升级版，以自身为中心，无视障碍物移动100米，可携带1人，同样一天可用3次。我内心窃喜，没想到升到4阶，就连天赋都升级了。无视障碍物，意思就是我可以直接瞬移到室内吗？这简直是完美偷窥的。不对不对，是入室救人的好技能。假如你们拥有这项技能，第一件事你们会干什么呢？就在我还沉浸在自己美好幻想的时候，万万过来把我打断了。小蛋哥，你不会进阶进傻了吧？怎么这么一副吃相？我这才回过神来，我进阶成功了，就连天赋技能都升级了，现在不需要召唤传送门了，我可以随时随地的瞬移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切你就嘚瑟吧，不过还是恭喜小蛋哥。我越强也就能更好的保护万万，我成为了4阶，还升级了异能，现在未来村基本上没有对手了。就算有4阶的存在，凭借着自己的变态天赋，我觉得可以成为同阶无敌了。经过这几天的折腾，我准备好好放松一下，带着万万走在村子里面，刚好碰到了陈刚。小蛋兄，上次帮我抵挡住3阶丧尸鱼，我还没好好的感谢你呢。别说什么谢不谢的，都是朋友。没想到小蛋兄几天没见竟然升阶了，果真天才呀！我们笑着互相吹捧着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天才的屁啊！要不是我有上一世的经验，抢先一步得到好资源，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说着说着，陈刚竟然严肃了起来。小蛋兄，听说你前几天把武大郎教训了？对呀，怎么了？他想抢我东西。他虽然在未来村，但是他有自己的团队，他背后还有靠山，你小心他会来找你麻烦。没事的，让他尽管来吧，我也不是好惹的主。我和万万深夜潜入敌营，结果被当场抓包。2个人面对这么多人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武大郎的大哥叫孤狼，和我一样也是3阶异变者。我虽然说是未来村的村长，但是其实是由4大团建成的。我的未来团，孤狼的独狼团，还有雪姨团，还有一个你暂时还是别接触为好。你一个人得多加小心，独狼团里面的人个个都阴狠狡诈。没事的，来找我麻烦也得看他们有没有这本事。我也就只能帮到这里了，万事小心为妙。这独狼团我听说过，他们的副团长毛猴上一世，他的恶名早就传遍未来村，为人阴险狡诈，是那种见风使舵的小人，我是该多加小心才行。不过不是小心他们的偷袭，而是让他们小心我的到来。陈刚是个有大魄力的人，所以才能第一个由团建起了这个未来村。于是我又问了独狼团的所在地，我准备把万万放在陈刚那边照看的，但是万万坚持要和我一起。我想想万万还有隐身的天赋足以自保，还是同意了他和我一起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要主动出击。今晚我们就夜闯独狼团。我和万万回到家中，到了夜晚，我和万万悄悄的潜入。小蛋哥，这2个小喽啰交给我。去吧。只见万万隐身，直接走上前去，
只要不是比他阶级高的，基本上都发现不了他。这技能属实有点超标了吧？只见万万很轻松的就给2个看门的小喽啰解决了。万万，你这技能属实厉害。切，之前还不让我来呢，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。我们赶快进去吧。我们悄悄的走了进去，只见副团长正带着几名小弟正在开会，商量着怎么对付我。这时候好巧不巧碰到了准备走过去开会的武大郎，这可给武大郎吓得直接尖叫了起来。完了，这下所有人都看了过来，我硬着头皮走了上去，只能正面刚了。毛猴竟敢调戏万万，我当着孤狼的面一剑解决了副团长毛猴。此时孤狼会不会对我下手呢？我和万万被逮个正着，我走上前去。副团长，就是他打了我，还抢了我的空投箱。我内心对这种人是非常鄙视的，贼喊捉贼。哎呀，这人呢，不要脸起来真的就是自己想抢我的空投箱，结果被我教训了一顿，竟然还反过来咬我一口。你够了！我不管你们谁抢了谁，单凭你打了我独狼团的人，今天我毛猴就要灭了你！毛猴不仅仗势欺人，还特别喜欢折磨女人。我下定决心，今天就把这毛猴给解决了，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不过这人也算是有点实力，就凭他恶名，未来村有无数人想干掉他，但他依旧还活得好好的。不过今天就凭你这一只小毛猴还想灭了我，不自量力！毛猴成功被我激怒，但他反应非常的迅速，突然感觉到了什么，抓起旁边的人往前一扑，一剑就把那人给干掉了。我也是终于见识到了这毛猴的歹毒。你这小妮子竟然想杀我！毛猴大怒，你最好祈祷你男友打败我，要不然我一定要让你尝尝我新研发的招式。万万没有偷袭成功，瞬间就回到了我身边。这毛猴确实有点手段，竟然可以感觉到隐身的万万。此时孤狼也闻声走了过来，他也是第一次见到我，可能是感觉到我身上的气息比他强大，所以他没有贸然出手。虽然他看起来5大3粗的，但这孤狼能成为一团之长，肯定也不是没脑子的人。他正在犹豫要不要合力给我拿下的时候，我可不会犹豫。这毛猴竟然当着我的面调戏万万，我今天必须为民除害。如果孤狼敢动手，那我干脆就把孤狼一起做掉。我露出诡异的笑容，毛猴的脸色一变，仿佛预感到了危险一般。可是已经迟了，我拿起幻影剑，直接瞬移到了他的身后。只见他又拉起旁边的小弟，挡住了我一剑。但这次他没有这么好运，我第2次瞬移，再次到他背后，一剑刺穿了他。我冷眼看着距离不远的孤狼。我和万万大闹独狼团，正当孤狼犹豫要不要对付我的时候，我2次瞬移，转眼间就给副团长毛猴干掉了。此时我冷眼看着孤狼，虽然他只是3阶异变者，但是我只有最后1次瞬移了，心里也是犯嘀咕，所以我也没有继续杀上去。这时候孤狼走了过来，对着我笑着说道：小兄弟果真年少有为啊，考不考虑加入我独狼团？只要你过来，你就是副团长。我见他没有想要动武的意思，就随口回了一句：我考虑吧。别看独狼团是4大势力之一，但是和别的团相比就是最弱的那个，手下的人大部分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小蛋心想，我怎么可能加入这个团？不被我灭了就是好事。没想到孤狼就这样放走了我。大哥，你怎么就这样把他放走了？孤狼一巴掌打了上去。就是你这小子怎么去招惹了这个怪物？他不好对付，只能先让他掉以轻心，以后找机会对付他。小蛋是吧？我们走着瞧。至于独狼团，小蛋也根本没有放在眼里。在独狼团大闹了一晚，我和万万已经身心俱疲了，赶忙回到住所睡了一觉。在这个时间段，未来团团长陈刚和血衣团红衣差不多都4阶了吧。今天是第3天，空投雨和丧尸雨都结束了。结束后的未来村街道上热闹了不少，街道上还有很多卖资源卖物品的。大哥你就卖给我吧，我老婆病了，没有这丹药，我老婆怕是要撑不住了。赶快滚，没钱也来买丹药。旁边的人说了一句：这哪是没钱啊，你这一颗丹药卖100个 W 谁能买得起？我独狼团做事还用你教，信不信把你给……他顿时不说话了。赶快滚，没钱就不要耽误我做生意。
哪怕到了末世，还是有人不会忘了他那伤人的本能。末世里物价都哄抬的太高，就连普通的矿泉水都要1000块。异变者还可以通过猎杀丧尸获得丧尸晶片，从而换取，而普通人根本无法生存。我在旁边终于是看不下去了，又是这独狼团，于是我走上了前去。独狼团在未来村臭名昭著，竟然会给普通人免费发放丹药。丧尸爆发后，我们好不容易迎来了一些平静的时光。我和万万走在街上，没想到又撞独狼团的人在威胁普通人。我虽然知道在末世还是不要乱管闲事为好，但是我还是走了上去。你们独狼团好大的势力啊！这做买卖还准备杀人了吗？只见他显露出自己2阶异变者的实力。哪来的小犊子？看到你爷爷我的实力了吗？趁着小爷现在心情还不错，赶快跑吧！我二话没说，直接一个瞬移走到他面前，单手给他举了起来。是吗？就凭你？快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我告诉你，别惹我们独狼团的人，信不信我叫我孤狼大哥来？又是孤狼？行，你快去叫，我在这等着，不来我都看不起你。我把他放开，他灰溜溜的就去找孤狼了。我对着旁边的大叔说：大哥，你别怕，这药我今天帮你买了。小兄弟，你还是快走吧，我听说独狼团都是些恶人，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会过来他这买药的，我自己出事没关系，你可不能出事啊。没事没事，今天你我都会没事的。话音刚落，孤狼就气势汹汹的过来了。一下来，孤狼就看到了我。哟，孤狼兄早啊，昨晚睡得还舒服吗？怎么又遇到这个杀神？遇到他准没好事。孤狼一脸便秘的表情，可是转眼又笑脸相迎。小蛋兄又见面了，难怪我出门的时候总觉得内心激动，原来是要遇到您了呀，荣幸荣幸。这样的人不去当个演员，真的可惜了。你这小弟刚刚还准备教训我，威胁我来着。我还没说完，孤狼直接给那个小弟2个大壁灯。赶快给小蛋兄道歉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小蛋大佬。呜呜。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我这朋友需要的药又该怎么办呢？今天独狼团的丹药对所有的普通人开放，大家过来拿吧。孤狼冷冷的看着自己的小弟，我也是哈哈的大笑了起来。孤狼又在我这里吃了瘪，把丹药都分发给了普通人。这小子怎么专带我一个人耗啊？每次碰到他都没啥好事。我在一旁笑，孤狼在旁边恶狠狠的看着我。这时候诸葛突然出现。2位兄弟看来相处的还可以吗？你们可以叫我诸葛先生。诸葛先生前来有何事呢？陈刚先生，有请2位前去会客厅，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商讨。小蛋兄，陈刚很看好你哦，你一定要到场哦。我心想，陈刚也算是个正面人物，是个能够深交的朋友。好的，我等下就过去。好，那待会再见。孤狼看了我一眼，随后便也离开了。然后我和旁边的大哥说：丹药你拿到了吧？是的，谢谢兄弟了，要不是你我老婆肯定撑不过去了，以后我这条命都是你的。没事没事，一点小事不要放在心上。于是我又拿出了1阶丧尸晶片，递给了他。这个你拿着，可以给你老婆一起吃。之所以给他，是因为这个晶片不仅能够提升实力，还可以让普通人快速恢复。我和这位大哥嘱咐了几句，就准备去陈刚那边了。我和万万走进会客厅，此时里面坐着4个人，除了陈刚和诸葛先生之外，还有血衣团的红衣以及独狼团的孤狼。我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。今天邀请各位过来，主要就是有一件事情需要大家一起商量商量。什么事情啊？竟然要我们这么多人？这可不是小事。我们收到情报，有一大波尸潮正朝我们这个过来。这位是诸葛先生，也算是我的军师。他提议让我们用火攻的方式来防守丧尸的进攻。接下来他们就把详细的火攻计划说了一遍。难怪陈刚能够成立未来村，不只是光靠能打就行的，还得需要拥有大智慧以及会忽悠人。未来村的未来还得靠大家一起努力，带给幸存者一个未来。这一段话说的是慷慨激昂，我没有表态。哪怕是孤狼，虽然很壮，但是并不傻，这时候也不敢随便承诺什么，毕竟可是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独狼团，可不想就这样给别人当炮灰了。此时的会议室一片寂静，将会是谁当第一个出头的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期给大家带来丧尸爆发的25集。
假如点赞到6666，咱就立马开启26集。上期说到，我们6大高手集聚一堂，陈刚叽叽哇哇说了一大堆。你们哪个团当炮灰？不对，哪个团先出来说说话？我们都不傻，第一个出头的肯定是炮灰。陈刚说的全是虚的，一点实际的都没有。嘿嘿，这个傻子我不当。这时候独狼看向了我，我正在似笑非笑的看着他。这杀千刀的看着我干嘛？这老硬币的笑怎么感觉在嘲笑我？我看起来很傻吗？诸葛先生见大家都不说话，赶紧出来圆场。各位，我们村长也是为了未来村好，只希望大家能够共度难关。虽然团队里面可能会有所损失，但这次所有的火攻资源全都由陈刚先生出。可以，不过变异晶片肯定也不能少了，我们也要看到你的诚意。变异晶片的话，你们觉得多少合适呢？这时候我就说了，也不要多，平均每个团队25%。小蛋兄怕是说笑了，2倍，这是我们所能接受的底线。现在时间紧急，我们还在这为了这点小利而扯皮，对大家都不好。我同意，这也在红衣的接受范围之内。我同意，我也有几个小计谋，当然和诸葛先生的火攻比起来，只能算是锦上添花而已。火攻加上滚石，这样攻击的效率以及人员的损失会降到最低。经过一轮的商讨之后，陈刚便开始紧急部署了。就这样，大家也都散去，每个人都各怀鬼胎，尽量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。最近这几天的时间，仿佛整个村的人都化身成了建筑工人。不说别的，搬运这个大石头，属实是有点太耗时间了。独狼团的人在搬运石头，同时陈刚的人也在部署火攻装置。现在时间就是金钱，大家都在忙碌的争取用最小的损失击退丧尸潮。被这种气氛渲染着，大家都也紧张了起来。面对即将来临的丧尸潮，这几天每个人都在忙碌着，因为这次所要面对的丧尸数目太大，所以像我这种用剑的逐个去杀肯定是不行的，用火攻才是最有效的方法。这次陈刚也是下了血本，弄出了一支火枪精英队，忙了整整一天。到了晚上，我们所有人都整装待发，只听见前方一声丧尸的吼叫，那竟然是4阶丧尸。4阶丧尸就已经有了和正常成年人的智慧了，怪不得丧尸潮会突然袭击，果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。我们在丧尸必经之路放上了地雷，只要丧尸经过，就相当于战斗的某种信号。一声巨响，战斗正式开始。兄弟们，进行战斗准备。只见下面出现密密麻麻的丧尸，根本数不清。第一波出现的都是2阶丧尸。火枪小队前去顶住。陈刚也是一马当先冲了上去。自从陈刚到了4阶，不仅施展火焰能够更紧了，就连火焰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。第一波丧尸也是很顺利的解决了。第二波则是出现了3阶丧尸，火枪小队明显有些顶不住了，有几个在前面的都被丧尸给吞没了。大家往后撤。只见陈刚和火枪小队边打边退，显得非常的吃力。我看情况不对，赶紧说道：陈刚，火枪小队赶快撤开，孤狼你发动滚石。只见滚石一个一个的朝丧尸冲击过去，利用地形的优势，这效果出奇的好。第二波丧尸也终于是熬过去了。突然我心中一寒，感觉这4阶丧尸正在死死的盯着我。一道断断续续的声音传入我的脑海中：10、15，进化。我肯定这声音绝对是这4阶丧尸发出的。什么食物进化？难道不仅仅是人类干掉丧尸可以进阶，丧尸干掉人类同样也可以进化吗？脑海中无数的念头闪过，为什么上一世没听说过丧尸还会进化这件事？或许是因为低阶丧尸没有什么智力，并不知道可以进化，而从4阶开始，丧尸的智力产生了质的飞跃。等等，为什么我脑海中会出现4阶丧尸的声音？那他说的食物，就是说的我自己吗？面对丧尸潮的到来，陈刚与孤狼合力击退了前2波丧尸，而此时我脑海中竟然传入4阶丧尸的声音，他的目标竟然是我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
红衣竟然冲了上去。兄弟们，这个交给我。红衣也是特殊异能，洞察，以自身为中心，能感受到任何能量体的等级和位置。你别看天赋好像有点鸡肋，但是假如面对万万的隐身，或者在人群中找到某人的时候，这个就像装了个 GPS 定位一般。不过现在这个情况确实用处不大。红衣有着4阶的实力，只见他周边凝结了红色的能量，直接就朝4阶丧尸砸去。4阶丧尸竟然轻松的就化解了攻击，这让红衣一惊。此时我脑海中又传过来4阶丧尸的声音：这个好吃，可以进阶。下一秒，我竟然就出现在了4阶丧尸身边，没有丝毫的动静，吓得我赶紧瞬移到了红衣旁边。伙伴们见状也是吓了一跳，直接飞了过来。我们把4阶丧尸团团围住，这丧尸竟然可以把我转移到他身边，大家小心！兄弟们，我们合力一击试试。这4阶丧尸全身上下都被包裹着，相对于3阶丧尸，他的防御力更加的强大。不过现在被我们这么多人包围着，他必死无疑。5道能量朝他砸去，竟然还是没多大作用。难道这4阶丧尸要用物理攻击吗？于是我偷偷的和万万说了几句，只有拼一把了。丑八怪，你不是要升级吗？来呀，小爷就在这里！我持续对他发起破烂话，没想到这4阶丧尸还真被我激怒了。只见他又一次把我传送到他身边，这时我可是有所准备的。只见我一个瞬移传送到他身后，我一剑就斩了下去。可恶，就差一点。万万同时隐身过来，蓄力一剑，我的剑和万万的剑同时穿过了4阶丧尸，终于是给他解决掉了。4阶丧尸一死，所有的人都欢呼了起来。接下来就是盘点收获了。此次丧尸潮一共获得2阶变异晶片200枚，3阶晶片100枚，4阶晶片10枚。没想到这个4阶丧尸竟然是个小 BOSS 爆出来这么多4阶晶片，我和万万获得的应该是最多了吧？毕竟其他人都是分点给自己的团队的，而我和万万2个人就获得了25%的资源，真的是太爽了。面对全身包裹绷带的4阶丧尸，他的防御力极强，在我们5个人使出异能合力攻击的情况下，竟然被他化解了。这时候我就发觉这4阶丧尸不可能这么强啊，于是我决定近身肉搏。在我和万万的配合下，4阶丧尸终于是被我们解决了。此时的未来村里面到处都是欢呼声，庆祝自己还活着。欢呼过后，又是一大片哭喊声。不仅只有我们这一片战场，村子里其余的方向也有丧尸，只不过都是比较低阶的丧尸。在村口有不少战士伤亡，我叹了一口气，我尽力了。我们正沉浸在悲伤的气氛中，被孤狼一句话就带回了现实。兄弟们，这么多变异晶片你们不拿，那我就全拿回去了。什么鬼？这时候我们几个都悲伤不起来了。好啊，你这个老六，别跑！孤狼，给我留一些。每个人平分，不准耍赖。就这样，丧尸潮也终于是落下了帷幕。第2天早上，收获满满的我们心情格外的舒畅。忙了这么久，上一次空投鱼捡来的箱子还没来得及开呢，今天我就来开箱，看看都有啥宝贝。储物戒指有了，天赋药剂有了，又是天赋药剂，又是储物戒指，怎么全是这些？普通人对于天赋药剂这种东西可能非常的奢望，但是我和万万都已经觉醒过了。算了，大不了以后和别人换些好东西吧。突然我脑海中出现了一段声音：天赋药剂使用后有一定概率获得异能天赋。什么？难道我还能用天赋药剂吗？我把天赋药剂拿给万万，万万，你看看这天赋药剂你还能用吗？只见万万的脑海中只显示出天赋药剂使用过的人使用无效。小蛋哥，我用不了这天赋药剂了。此时我内心非常的激动，难道我真的可以用吗？如果这是真的，那我岂不是会成为第一个拥有双异能的人？我相信只要是成功拥有双异能，那战斗力肯定不是1+1等于2那么简单。至少在我的记忆里面，上一世就连8阶异变者的陈刚都只是一个异能，
我看着手上的天赋药剂，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先收起来，等到了5阶再使用吧。于是我叫万万去外面帮我护法，我现在就要开始升级5阶了。我成功升级成为5阶后，毫不犹豫地喝下了天赋药剂，随后我身上传出巨大的疼痛感，我究竟能否觉醒双异能？我叫万万去外面帮我护法，然后我盘腿而坐，我把4阶晶片和3阶晶片放在我的周围，感觉全身都放松了下来。这种感觉和上次3阶升4阶一样。我双手放在丹田处，只见我一运气，周围的晶片全部朝我围了过来，在我周边旋转。经过丧尸潮一战，我的晶石现在也是很充足，所以只要按照以前升阶同样的过程走一遍就行。只见砰一声，我就升级成功了。恭喜宿主成功升阶，天赋瞬间移动，以自身为中心，周边200米可瞬间到达，无视障碍物，可携带2人，每日3次。好家伙，升1级瞬间移动的距离扩大了1倍，人数也变多了。按这个势头下去，等自己8、9阶的时候，那不得把整个未来村的人一起传送走啊！嗨，不想了，我现在已经到达5阶了，不如现在就趁热打铁，试试这个天赋药剂吧。我盯了好一会儿，不想这么多了，是生是死就看天意了。10几秒后，那种第一次觉醒天赋的感觉又出现了，感觉就像有什么东西要从我身体内出来一般。有戏！我心中一喜，可是这东西过了一会儿，怎么突然没动静了呢？我只能干瞪着眼，不会吧，这就乐极生悲了。此时的我有些狂躁了，说好的双异能呢？当我以为这一切已经结束的时候，那感觉突然又出现了。我赶忙调整好形态，静下心来仔细感受，那种疼痛感比上次更剧烈了。我心想，这是什么破药水？一个异能觉醒，为什么要让我经历2次痛苦？这异能是故意的吧？骂归骂，但是我肯定是不会放弃的，还是强忍着痛苦。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我怒吼一声，终于疼痛感慢慢的消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才回过神来，终于是停了吗？此时我脑海中想起觉醒异能天赋雷电之力，可使用雷电攻击，对敌人造成巨额伤害和麻醉效果，每天可以释放3次，对丧尸的伤害翻倍。这也太牛了吧！以前我就觉得瞬移虽然好用，但是我的幻影剑攻击力不够，现在有了这个强攻系的雷电天赋，再配合上我的瞬移，对手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焦炭了。这雷电之力的存在就是给我如虎添翼，感觉我越级挑战都不是不可能的了。我成功升到5阶的同时，还觉醒了双异能雷电之力。我走出屋子，脸上的表情毫不掩饰。万万看到我这笑容就知道了。小蛋哥，你觉醒的是什么天赋啊？雷电之力。随后我便和万万解释了一下这个天赋。万万，我想离开未来村一段时间，在外面试练一下自己。我话还没说完，万万就说道：我和你一起，我不怕。我微笑的把万万一把拥入了怀中。我们准备明天就出发。离开的时候，陈刚、诸葛、红衣、孤狼全都来了。还是小蛋兄有魄力啊，格局比我们的都大，在这个末世里还敢去外面试炼的你是独一份，陈某佩服，还是年轻好啊。陈刚眼神中充满了羡慕，红衣叹了一口气：哎，兄弟保重，希望你一步一步走向巅峰。孤狼自从被我收拾了几顿，再加上一起并肩作战过之后，对我的态度也变得像真正的伙伴一般。兄弟，别的不说，就单凭你的魄力，我独狼拍马都赶不上，记得回来，这里需要你。大家都很不舍，但是我看到在孤狼旁边冷眼盯着我的武大郎，他也算是独狼团的军师。独狼看了一眼他，别想了，小蛋不是你能对付的。武大郎不服，假如小蛋走了，那他就失去了报仇的目标。没成想他拿出小刀，瞬间就冲了上来，结果被我一手抓住。就等不及了吗？很不甘心是吗？之前不是你们先动手抢我们空投，你兄弟才会死的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副团长毛猴也是你怂恿来对付我的吧？处心积虑的想对付我，可惜了，你还不够格。他被我说的哑口无言，我随后一动手指，他就直接凉了。小蛋，你什么意思？
一言不合就杀我军师。孤狼要疯了，每次和小蛋见面都没啥好事。你这蠢货，我实在帮你看不出来，他在你身边唯一的目的就是利用你对付我。你想想，我走了之后，他还会全心全意的辅佐你吧？怕是你自己团被改名了都不知道吧？孤狼知道武大郎不是什么好人，此时也有些说不出话来。可是小蛋一言不合就把独狼团的人杀了，这次肯定要好好的讹他一笔。他刚准备说话，我就似笑非笑的看着他。我帮你解决了这么大的隐患，你是不是要给我些辛苦费意思一下？不多不少100个3阶晶片就可以。孤狼懵了，什么情况？我还没找你要，你就先下手为强了。孤狼阿巴半天没说出来一个字。有了小蛋的命令，队伍又加快了几分速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距离燕城也是越来越近。蛋哥，只有10公里就可以下高速了，这都距离燕城这么近了，居然丧尸还这么少。不对劲啊，总不可能一个城市都被干掉了吧？所以之前遇到的那一大波丧尸里就从这里过去的。这样一个城市，你跟我说死光了？保持着心中的疑惑，小蛋让人去通知郭宇速度放慢点。下了高速以后，沿着高速延伸线继续向前走。外围的人眼神警惕的盯着四周，可就是没有见到丧尸的踪影。蛋哥，我先去见到丧尸的踪影。好，你小心点，看看到底有没有人类幸存者的聚集地。万万很快就走到了最前面，没一会儿就消失不见。大部队则是依旧保持着匀速前进。又过去了20几分钟。放下，是嫂子回来了。蛋哥，燕城也有幸存者，而且人数还不少，但是他们好像在经历丧尸攻城，而且他们完全没有一点预防措施。冬天的夜晚来得比较早，虽然才快5点，但是也差不多要黑了。丧尸攻城的时间本来就是随机的，并不是说一定会是晚上12点，晚上的任何时间都有可能。距离我们还有多远？战斗情况如何？不远了，10几公里的距离，战斗应该也才刚刚开始。不过我大致看了一眼，这次丧尸攻城的实力完全不能跟我们那次相比。3阶丧尸都十分稀少，除了实力以外，数量也比我们那次少了很多，起码1半以上。把情况跟郭宇说一下，告诉他，让他准备战斗。所有人10分钟的时间休息和吃饭，10分钟以后出发。这次行动我们化整为零，各个大队自行行动。丧尸的等级不高，这样可以加快效率。郭宇那边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行动，避免遇到4阶丧尸遭遇措手不及。1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。这一次全团出击，后勤人员跟战斗人员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走在最后。走。20几分钟后，小蛋终于看到了前面的丧尸大军。杀！屠杀就此开始。喜欢看小蛋视频的小伙伴们，动动小手点点赞。咱们继续往下看。燕城，难道是天要灭我们人类吗？一点生机都没有。可就在这时，丧尸大军突然出现了一阵混乱。兄弟们，杀！不杀光他们，我们都要死。这一冲击下，丧尸大军变得更加混乱了。强哥，你听，外面好像也有人在杀丧尸，而且还不少。阿山同样也是一名3阶异变者，还是火系异能的异变者。有救了，那队伍好强啊！而小蛋已经都开启了看戏模式，这时候他才发现，今天的李静音好像有点猛过头了，带着队往丧尸堆里冲。他家里就是燕城的，蛋哥，我们在燕城待上一会儿吧。李静音肯定想打听一下自己亲人的消息。行啊，在这里停几天没关系的，顺便了解一下这边的情况。前方正在疯狂战斗的李静音突然身形一颤，很快又恢复了原样。差不多了，这闹剧也该结束了。这场面着实是壮观不已，而丧尸大军也在这火焰中飞快的被融化。与此同时，燕城内的幸存者们也同时发力，两边夹击下，这一次丧尸攻城就这么轻松的被解决了。而那只发起此次攻城的4阶丧尸，在快结束的时候，终于发动了攻击。
目标正是萧强。强哥，小心！3阶的坚刃碰上了4阶丧尸，无疑只是螳臂挡车。萧强的目光是放在万万和小蛋身上，他敢肯定，这并不是燕城的幸存者。你好，我是小蛋，是这个团队的团长。燕城城主萧强，我们是从星城来的。星城？你们是从星城走过来的？城外这么多丧尸，你们就这2、3千人走过来了？对的，从星城过来的，足足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只是很可惜，中途死了几个兄弟。看到萧强久久不语，小蛋只好再次开口：“萧城主，你是不太欢迎我们？”不，怎么可能？不是你们，这一次我们燕城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，而且刚刚那只4阶丧尸，如果没有你们出手相助，我都已经是具尸体了。阿山，快给萧团长的人安排住处。听到萧强的话，马上找人安排。团长，好了。但团长，这边请。一直走到燕城里面，阿山已经先一步给他们安排好了住处。看布局，应该是末世前的一个高级公寓小区，各种设施都比较齐全。蛋哥，已经全部打扫好了。跟郭宇说一声，这几天会在燕城停留一下，让他的人不要乱来。2天一大早，萧强就早早的来到了小蛋楼下等待，直到小蛋别墅门口。团长他们还在休息，你可以在这里等一会儿。萧强没有办法，只能在门口等了起来。云云下来的时候，萧强已经等了一会儿了。萧城主，喝杯茶吧，我给你去叫军哥，你先坐，我去帮你叫团长。云云一边让小姐姐泡了杯热茶过来，但她自己却没有上楼，而转身走进了厨房。萧强看着眼前热腾腾的茶水有些懵，又走出2名小姐姐，看到有刚烧的热茶，也一人接了一杯。早上起床喝杯热茶真舒服啊！你们俩该做早餐了，又偷懒。忽然间，一股肉香一阵阵的传了出来。萧强只是稍微有一些犹豫，马上就确定了，这绝对是肉香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注水猪肉，否则绝不会这么香气逼人。小萝莉已经上楼去了，刚好江月也起床了，于是直接把事情告诉了江月。不一会儿，小蛋就从楼上走了下来，身后还跟着江月。正了正心神，萧强把心思拉了回来，今天来可是有正事的，他有太多的想问小蛋了。小蛋团长，冒昧前来打扰你休息了。虽然萧强的心思被他看得一清二楚，不过流程还是要走一下的。萧城主这么早来，肯定是有满肚子的问题，要不我们边吃边聊。厨房的小姐姐已经弄得差不多了，小蛋示意这边来一份。很快3碗粉就摆在了他们面前。可是萧强明明至少闻到了肉香啊，想吃肉想疯了，自己出现幻觉了。很快他就知道自己并不是出现幻觉了。喜欢看小蛋视频的小伙伴们动动小手点点赞，咱们继续往下看。萧城主别客气，随点，就是点普通的早餐，主要是不知道你这么早来，就吃的随一点了。待会儿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再邀请你吃个午饭。但是在萧强看来，这逼是个老凡尔赛了，这肉可是正宗的野猪肉，堪比4阶异变者的实力。萧强觉得这天有点聊不下去了，感情你桌上一盆菜实力都比自己高了。内心无语的萧强决定化悲愤为食欲，毫不客气的大吃起来。说好的边吃边问已经被他抛到了脑后，时间多的是，不急这半个小时。看到萧强已经开始嗦粉了，连头都不想抬一下，小蛋也不说什么，只是跟江月一起慢慢吃了起来。萧强一连干了3大碗，实在是有些吃不下了，否则他还想继续。末世以后就没有吃过这么爽的时候了。萧城主想问什么就问吧。刚刚自己吃相是不是有点太过于难看了？只能问问题来缓解尴尬了。小蛋团长，你昨晚说你们是从星城过来的，难道说星城已经没有幸存者了吗？当然不会，星城已经没了，现在重建了一座未来城，城内上百万幸存者，而城主陈刚也是5阶火系异能异变者。末世不过3个多月，都已经有5阶出现了，不过还好，小蛋的影响也只是前期有点猛，5阶以后
未来城的升级进度同样会慢下来，这也是小蛋要离开的原因。不过他这平淡的话语，在萧强听来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是因为一些个人原因，所以准备前往广深。小蛋也不管萧强怎么想，说了个人原因，就是不想在这方面跟他说太多。那小蛋团长，你们一路走来，危险吗？危险倒也不危险，不过是遇到了一些4阶丧尸，问题不算很大。昨晚的4阶丧尸他可是印象深刻，如果没有那个影子般的女人，他估计凶多吉少。别人的异能叫坚韧，他的异能其实不叫坚韧，而是坚韧的终极版本，绝对防御。绝对防御的持续时间只有5分钟，而且一天只能使用1次。就是不知道他这个跟江月的异能比会怎么样。最强的矛对上最强的盾。萧城主，还有点事要麻烦你，我们团有几位看家是燕城的，这2天还希望你能帮忙寻找一下他们的亲人。找人不过是个小问题。萧强满口答应了下来，现在他得回去好好想想燕城的未来该怎么走了。临走前，小蛋叫住了他，麻烦萧城主帮忙，我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就送点肉以示感谢。又凡尔赛，萧强很想硬气点，直接不接他的，只是身体的本能已经做出了选择，实在没脸待下去了。萧强落荒而逃。小蛋哥，我想带着我爸和我大伯一家一起走。晚上，李静音跑过来找到了小蛋，带上位。谢谢小蛋哥。等到李静音离开后，通知一下，明天出发。不再等等了。不能等了。以自己团队的实力，资源迟早还能获得，但是如果发生了意外，这里可不是未来城，他们可经不起一次5阶的丧尸攻城。好的，我马上去通知。江月也不再犹豫，马上去通知下面的人做好准备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与此同时，萧强也收到了小蛋团队即将离开的消息，他现在正坐在自己的城主办公室里犹豫不决。萧强现在面临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，是跟着小蛋走，还是继续在燕城待着，或者前往他们所说的未来城。底是拼搏一把，还是就这样混日子？萧强很是纠结。与此同时，喜欢看小蛋视频的小伙伴们动动小手点点赞。咱们继续往下看，小蛋还在安排出城的事宜。按照燕城的经验，下一站是郴城，那边的人口基数比燕城还少，丧尸肯定不会比燕城更强了。路线都规划好了吗？郭宇队伍里有以前跑长途的老司机，对于路线十分熟悉，没有地震的影响，后面的道路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坏，走起来也比较轻松。那就好，明天早上吃一顿好的，然后早点出发。两人还在聊着，楼下的保镖小姐姐突然走了上来。小蛋哥，那个萧强又来了，说是要见你。明天自己要走，这个消息他不信对方不知道，毕竟是在他的地盘，进来了一个实力如此强大的团队，任谁都会不放心，肯定会让人一直盯着。不奇怪，小蛋也不是这么小气的人，想盯着就盯着好了，反正自己马上就会走。但是现在萧强来找自己是想干嘛？想了想，小蛋还是决定见一见他，最多不过是请他吃个晚饭而已，咱可不是这么小气的人。江月还有其他的事情，所以这次是万万陪着小蛋下去的。刚下楼，在燕城他是城主，但是除了燕城，萧强也不过是个3阶异变者，这样的实力小蛋并不缺。萧城主这么晚过来是有什么事？有事可不敢当，我今天回去以后思索再三，我觉得萧团长这样的还是真正能成大事的人。末世的突然来临，让这次人类都陷入了被动，我决定跟在萧团长身后，也算是贡献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。可是小蛋根本不吃这一套。萧城主说笑了，燕城几十万人等着萧城主的领导呢，哪能随便开这种玩笑？小蛋团长，我是很认真的，我觉得跟着你能活下来，而且我马上就可以升4阶了。既然拐弯抹角的没有用，萧强就干脆直接挑明了说，如果不能保证活下来，就是当个皇帝又有什么用？而且自己马上就可以升4阶了，就算是在小蛋团队一样可以有一席之地。你可以等升级到4阶以后去未来城，同样可以活下来，我这里不适合你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就已经没有什么聊下去的必要了。
哪怕是升到4阶，一样对小蛋毫无吸引力。4阶，我团里10几个，在乎多一个还是少一个吗？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要不能乱。小蛋可没这么多时间，天天去听他想什么。萧强最终还是告辞了。当了几个月的城主，如此放下身段，已经很有诚意了。奈何小蛋根本不给机会，他只能回去继续思考下一步了。未来城还是燕城？晚上12点，警戒，有丧尸！嗨，出来！末世里没有什么娱乐项目，大家睡得都比较早，更何况明天还要很早起床呢。李静因今天好不容易跟父亲重逢，自然是有很多话要说，一直到12点还在跟自己的父亲聊天。父亲，你在这等着，千万别下来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他都得下去看看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李静音的父亲马上就要跟自己女儿一起，但马上就被李静音给劝住了。自己父亲这2阶的实力在燕城还算可以了，但跟自己比起来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真有什么危险，他跟着也没用。马上第2句警示又喊了出来：丧尸鱼。李静音放心下来，一个小小燕城的丧尸鱼不算什么，就算是大家没有做好准备，同样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后宫团到，集合，警戒，把还在睡觉的人马上叫起来。李静音一出来，慌乱的人群就像有了个主心骨，所有人不自觉地朝着李静音靠拢，然后按照他的指示去做。2楼的房间，小蛋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叹息，意外终究还是来了。临走之际，丧尸雨的来临，这是意外还是有人的故意安排？丧尸雨的来袭，燕城危机时刻的到来，小蛋将会遇到什么危险？城主将会有什么大动作？城主府，城主这样不行啊！我们的3阶可不多，白天的1阶丧尸我们还顶得住，而现在基本全是3阶丧尸，这拿什么打？让所有人往小蛋那边靠。这次的丧尸雨的水准明显才达到4阶丧尸工程的要求，看来是我太强大了。昨天的丧尸工程看来也是我引起来的。小蛋哥，下面大批的人，应该是萧强的人来了。不用管他们，变异警我们全都要。有了昨天的丧尸工程，加上今天的丧尸雨，反正又能多出来一些4阶异变者了。萧城主，你们可以休息，但变异警别动，否则……小蛋哥，燕城的丧尸雨的数量比起未来村来少了太多了，估计2-3个小时就能全部清理完毕。解决掉以后，让大家马上休息，明天还是按照原计划不变。这时楼下异变突起，以3阶之躯硬抗4阶丧尸。这人是这么变态，3阶扛了4阶2下，一点伤都没有。喜欢看小蛋视频的小伙伴们，动动小手点点赞。咱们继续往下看，让萧强明天过来吧。第2天，伤亡如何？很大，还没统计出来。如果没有你们，这场灾难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直接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想跟我走，说说你的异能。龟壳护体，防御时间5分钟，但是只要对手等级比我高，那这技能也没用。如果跟你打，那我只能跪下唱征服了。5分钟无敌时间一过，就基本就是废物了。这玩意儿好啊，越等级作战的神器啊！在小蛋眼里，萧强就是一龟壳盾牌，还是开了无敌的盾牌。就这盾牌拿手上，5分钟的时间打6阶丧尸还不是分分钟。我的团队今天就会走。现在4阶丧尸已经被杀了，这还挺安全的。等他们提升了之后，可以去未来村，哪里相对来说安全点。7点半，小蛋走出别墅，走吧。就在小蛋马上要离开燕城的时候，2个人远远的跑来。小蛋团长，阿山是我兄弟，我带上他可以吗？去郭宇团吧，跟他说一声，以后你就是副团长。还差多少4级？我这里已经有947颗2阶变异晶了。不急，等晚上到地方了再升级。小蛋团长，我这里还有一些物资。自己的东西收好吧，我可不白给你，这些全部从你工资里扣。燕城一过，刚出城就已经迎来一场新的战斗了。喜欢看小蛋视频的小伙伴们，动动小手点点赞。咱们继续往下看。李静怡，你带一个大队到前面去协助，我们争取早点赶到广深。
月月，让所有人都加强警惕，新的挑战又来了。小蛋哥说：“快点赶路，今晚到广深。”队伍又前进了1个多小时，越走丧尸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，等级倒是层次不齐，但也出现了不少的3阶丧尸。走，尽量放低声音，哪怕是打斗的时候，速战速决。小蛋自己也同样拿出了他的幻影剑，这个时候不能有丝毫的大意。当到了省道上的时候，危机终于出现了，大规模的战斗毫无征兆就爆发了，一瞬间，人和丧尸就进入了白热化的战斗中。居然是神圣祝福！小蛋哥，我只能开启5分钟的时间，祝福开启后免疫同阶病毒，增强恢复力，获得攻击加成。快安排前后所有人都收缩队伍，尽量收缩进来，所有人往2翼杀出去，尽量拓宽一点。天马上就黑了，不冲就是死，不要停，一直冲。时间只有5分钟，距离还有接近10公里，是生是死也就看这5分钟了。小蛋也亲自加入了战斗，5阶的实力有了祝福的加成，变得更加疯狂。5分钟的时间并不长，当他们看到阳城城墙的同时，祝福效果也已经失效了。一瞬间，不少人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冲得太过靠前而命丧当场。稳住，阳城就在前面了，杀过去。李静音正是处于第1梯队，在祝福效果失去的一瞬间，他就感觉到了，连忙开启了坚韧技能。在他们的带领下，队伍继续保持着高速前进。阳城在即，小蛋能否从狮群中杀出？阳城又有什么样子的危险等待着他？阳城近在眼前，有了神圣祝福的加成，小蛋能否成功脱险？很快，阳城城主已经亲自赶了过来，身后还跟着数人。这支队伍整体实力有些强啊，难怪能够以这么点人数一路杀过来。城主，我们要出去帮他们吗？这个实力的团队很少见了，如果可以收服他们，对我们来说是个极大的提升。你去吧，小心点，下面潜伏了一只5阶丧尸。小蛋盯着前方的丧尸，只要出现4阶的，小蛋要第一时间给解决掉。10分钟后，2支队伍成功会师，一起朝着阳城方向跑去。眼看阳城在望，小蛋突然神色一变，眼神死死的环视四周。就在刚刚，他听到了5阶丧尸的心声。这附近居然有一只5阶丧尸隐藏着，而现在他准备出手了。几分钟后，城门再次被打开。我是阳城城主温辉。我是小蛋，他们的团长。温城主，刚刚多谢了，没有你的人帮忙，我们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。初来乍到，城内情况我也不太了解，还得麻烦城主给我们引荐一下。刚好我们城主府也有旅馆行业，我让人带你们去，放心，整个阳城价格公道透明。喜欢看小蛋视频的小伙伴们，动动小手点点赞。咱们继续往下看。阳城的晚上比起未来城来说更加热闹。说话间，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已经来到了一片住宅区。男子离开了，小蛋也算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。同时，江月也已经把住宿的事情全部安排妥当了。在阳城，只要交钱办建团证明，就可得到一块领地。还有除城主府外，还有2个大团，一个是巨鲸团，老大是6阶异变者，异能天赋是隔空摄物。鱼龙团的首领也6阶异变者，异能天赋只是一个坚韧。接下来的日子有的忙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小蛋就让江月买好了领地，并让江月去打听丧尸等级分别情况。不一会，打听到了，时不时会有5阶丧尸，偶尔会混入6阶丧尸在里面。只有高阶丧尸够多，我们才能更快的升级。等到5阶破千了，6阶丧尸的攻城也就要来了。但这种攻城对阳城根本没有任何威胁力，明天就出城。一大早，小蛋亲自带着队伍一起出城。喜欢看小蛋视频的小伙伴们，动动小手点点赞。咱们继续往下看。列成2条纵队，很快的走出了城门。此时
城门外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，都是奔着丧尸去的。杀丧尸已经成为大部分人的主要生活。出来后，小蛋把队伍的指挥直接交给了李静音。李静音带队就一个字：冲！果然，有一只5阶丧尸出现了。小蛋依旧紧盯着那名5阶丧尸，可能是感受到了小蛋的目光，那只5阶丧尸突然停下了追击的脚步，随后疑惑地看向了小蛋。食物好吃，食物危险。这丧尸居然还知道危险，不赖哦！把这些人都解决，我去宰了那头5阶丧尸。而那10几名还在逃跑的人类，看到5阶丧尸被吸引走了，心里长长的松了口气。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傻子，这下我们安全了。小蛋微笑的看了对方一眼，然后给万万使了下一秒。那名脸上还带着微笑的男人就已经身首异处了，而其他人脸色也变得惊恐起来。在万万的亲自出手下，不过短短的10几秒钟，好不容易才活下来的10几个人全都被送走了。万万心里一紧，就准备出去，又生生的止住了脚步。还能有空吐槽，说明还在他的掌握之中。可以去死了！围观的人们已经彻底被震惊到了，虽然早有预料，但是在亲眼看到结果以后，还是难免有些不敢相信5阶丧尸已经死亡，这一片的最大危险也彻底消除。小蛋他们在城外战斗的时候，城内已经刮起了一股小风暴，小蛋能单杀5阶丧尸的消息不胫而走。单杀5阶丧尸消息传出，各大团会有什么新的动作吗？城中大势力终于盯上小蛋的团了，接下来将会展开什么样的动作呢？小蛋能否成功化解？在阳城比较边缘的地方，刀疤，这是谁惹恼了你？发这么大的火？肥鼠，别在老子面前装，城外发生的事情你会不知道？哦，你说这事啊，我倒是听说了。新来的那个女人团的团长，一个人干掉了一只5阶丧尸。肥鼠，少给我在这里阴阳怪气，老子死了几10个人，那个被他们一刀砍了的4阶是我堂弟。看着刀疤义愤填膺的样子，肥鼠差点就信了。放心，刀疤兄弟的堂弟就是我肥鼠的堂弟，这事我管定了。别说是个新来的团队，就算是3大势力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我也得陪着刀疤兄去说说理。而这一切，小蛋他们一无所知。下午5点，小蛋率队回到了阳城。今天可谓是收获丰盛。如果单论3阶以上的变异金，那他在未来城打上1周可能都没有这么多，应该够了。回去以后你就升级。好。来到领地门口的时候，小蛋收割了一波新生，基本都是来自同一波人。一个新来的，仗着有点实力，居然敢杀老大的堂弟，真是活腻了。可惜了他身边那些女人了。真期待晚上，不知道到那个时候，这个男人会是什么表情？肯定很精彩吧？杀人，今晚动手。回到了2楼，今天出城杀了点人，其中有个人可能是刀疤的堂弟。这2个团准备晚上对我们动手，2个前10的势力，这已经足够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了吧？只要撑过了今晚，以后阳城就有我们的一席之地。今晚我倒要看看，到底谁才是猎物。晚上9点，你带3000人，我也带3000人，他们才区2000人，这还不碾压他们？2拨人大喊着，同时冲进了小蛋领地。靠，后退！怎么有埋伏？是哪个混蛋泄密的？陷害老子！快，聚几个人，宰了那几个火系异能者。回来，兵分2路，你左我右，不要间隔太远，方便快速支援。肥鼠也没有意见。很快，2支团队分散开来，继续朝着小蛋领地内部前进。你就是这个领地的领主小蛋？哟，居然带这么多人来庆祝，是要给我上份子钱？别给我扯犊子！我堂弟死在你手上，我不要报仇。想活命的话，给我20万变异金，再把你的女人给我，并且跪下来喊声爸爸饶命，我就放了你。要不还是你听话点吧，我也不要你20万变异金，给我2万3阶变异金就行了，就当买你的命了。就你还要2万3阶变异金？你也配？你说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哈哈哈！算了，
你这废物估计2000都没有。这样吧，1003阶变异金加上540阶变异金。可惜了，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我的意见呢？非要打打杀杀的干嘛呢？既然你想看看我有什么底气，那我就让你看清楚好了。你够菜，这就是我的底气。喜欢看小蛋视频的小伙伴们，动动小手点点赞。咱们继续往下看。刀疤团长，您这么多的人拿着刀看着我，我很怕我这2个兄弟会手抖啊。你说你又不是坚韧异能，高级作战服好像也不防御头吧？都放下，把刀放下。刀疤团长果然有威信。现在我们该聊一聊买命的问题了。小蛋团长，我堂弟那是有眼无珠，死了就死了，还要什么买命啊？别跟我扯别的，一口价500颗4阶变异金，5000颗3阶变异金。小蛋爸爸，5000颗哪有这么多？5000颗3阶变异金没有，那意思是500颗4阶变异金还是有的吧？真没有啊，除了3大势力，谁能拿出来这么多资源啊？那你没挖，还是去死吧！别，大哥，要不你稍微降低一点，300，哦不对，440阶变异金，2003阶变异金，您看。2分钟后，对了，隔壁那个肥叔今晚应该回不去了，你倒是可以去他家弥补点损失，我就不送你了。再有下次，这命可就买不了了。我能抓你1次，就能抓你第2次，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试试。肥鼠伙同小蛋陷害我们，回去摇人，今晚踏平风云社。另一边，2伙人正在激烈的战斗，肥鼠自然是在等刀疤的援军。眼看时间1分1秒过去，肥鼠心里闪过一丝不妙，不行，得离开这里。疯了，果然有问题。还刃战一触即发，短短10几秒，就已经有数十人葬身。所有坚韧异能异变者上前，开技能。塞，前有江月，后有火海，风云社已经乱了。肥鼠终于忍不住了，肥鼠被瞬杀，刀疤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反而把自己的盟友害死。小蛋的实力能否在阳城站稳脚跟？城中的3大势力团将会有什么动作呢？刚解决完2个自不量力的家伙，小蛋终于可以升级了。但城主的邀约会是一场鸿门宴吗？小蛋房间里，瞬间移动，以自身为中心，方圆400米范围内瞬间可达，无视障碍，可携带2人，每天可以使用4次雷电之力，攻击附带雷电属性，对敌人造成巨额伤害和麻痹效果，每天可以释放3次，持续10分钟，对丧尸效果翻倍。不过这些也不是小蛋现在应该思考的问题。目前团队的重要任务只有一个：发育。几天时间就发展成为了阳城名副其实的第4大势力。小蛋哥，我们是不是得想个团名了？超级无敌小屁孩，希望各位不要松懈，继续努力。喜欢看小蛋视频的小伙伴们，动动小手点点赞。咱们继续往下看。一眨眼1周过去了，超级无敌小屁孩的名字也彻底被传开，成为了阳城第4大势力。小蛋哥，城主府送了张请帖过来。请帖。诚挚邀请超级无敌小屁孩团小蛋团长于晚上6点前来城主府参加聚会。落款人是温辉。6点10分，小蛋率领着浩浩荡荡的一群人来到了城主府，门口早就有人在等候了。小蛋团长请进，您的属下我们会安排好的。进入大厅，主席台上跟温辉站在一起的那2个，左边的是巨星团团长彭越，右边那个是鱼龙团团长尹建白。这就是阳城另外2大势力之主吗？看起来还挺普通的。所有人的目光都只有他们4人，阳城明面上的4大6阶就这么齐聚一堂了。大家安静一下，很高兴大家能来，我就直奔主题了。2天前，我和另外2位团长感应到丧尸雨马上就要来临了。丧尸雨期间禁止打斗。接下来说管城，管城全是女人，势力太低，所以他们出高额的变异晶体。我们和彭城都要出人协助管城。小蛋，因为你是才来，可以不用参与援助。温城主为了人类尽心尽责，我当义不容辞。放心，我超级无敌小屁孩团必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小蛋团长要去是再好不过了，到时候我安排一个副城主跟着，他懂其中的套路，可以给小蛋提供一些帮助。那就麻烦城主了，你看什么时候出发，直接通知我就好。明天下午3点出发，全速赶路，半个多小时就能到。2人也算是达成了一致，
默契一笑，怀着各种心思，大家终于散场了。回来路上，小蛋就已经决定好了跟他去的人员。下午3点，所有人员已经全部就位，前往管城。队伍的正中间，除了小蛋几人以外，副城主秦龙也在。秦城主，我是第一次带队来，对于管城那边还不太熟悉，得麻烦你多协助了。管城很小，被划分成了3个地区，自己片区自己负责，战利品也归自己。我们负责的是管城的北边，小蛋团长的自己安排。两人谈妥，秦龙告辞离开了。5点40分，终于来到了管城。秦城主、温城主没有亲自来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小蛋团长，实力丝毫不弱于3大团。这位是管城的副城主张曼，我们阳城每次都是他负责接待。原来是小蛋，久仰大名，快请快请。有了张曼的带领，大家很快就来有了自己的安置点。晚上12点，丧尸雨来了。当整个管城开始热闹起来的时候，战斗也已经开始了。半个小时，2支5阶了。相比较而言，小蛋这边还算不错的了。秦龙那边他都亲自下场了。小蛋哥，这个丧尸雨我们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我们确实没什么问题，我担心的是阳城那边6阶不止1支。今晚小蛋听到无数次丧尸的心声只有1只，让小蛋听到了一段很关键的话。大人说的不可控因素就是在这里吗？看起来也不是很厉害啊，居然特意让我下来，还得带领那群弱者一起行动。我可是马上就要踏入7阶的大人，岂是这群只会吃的白痴可以比的？不过那个不可控因素到底是谁啊？就连大人都无法精准确定，只能模糊感应。不过大人说已经屏蔽了对方的感知，不会让他察觉到危险的，那就只要灭了这座城市就行了。那位大人到底是人类还是更加恐怖的丧尸？丧尸工程是假的，杀我才是他们的唯一目的。也就是说，最迟明天就会有丧尸大军杀进来，想杀我吗？可没那么容易。丧尸口中的那位大人是人类还是丧尸？为何会忌惮小蛋？这究竟是谁在操控这末日的丧尸？丧尸工程终于来了，遍地5阶，小蛋能否成功守下管城？幕后的人究竟是谁？管城城外，你说这丧尸是来搞笑的吗？大半夜在这里表演杂技，可能吧？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强推城墙啊？以前攻城不都是这样吗？可能是以前的丧尸都是白痴，只知道最简单粗暴的方法，而今天有一个自以为很聪明的丧尸，所以用上了计策。小蛋哥，放火吗？放吧，大半夜把爷给整笑了，这是什么骚操作啊？与此同时，关城的南面北门北，小蛋这边也开始复制南门的操作。这种大规模的战斗还得是火系异能异变者啊，打起来是真的爽。能扛住吗？放心吧，打是肯定打得过的，只是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而已。这安慰有个屁用啊！要是打赢了，人死光了，那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一波接着一波的丧尸涌入，10几分钟后，门口光靠火系异能者已经有些扛不住了，不少的高阶丧尸也跟着冲了进来。火力好像不太够啊，多上点人，一次上10个，再不行就上20个。我是肯定没有这么多的火系异能异变者，但这里是秦婉儿的地盘啊，他肯定有。这阵容让小蛋看的都流口水了。我队伍都没这么多火系，他这么多居然还全是4阶起步。又是10几分钟过去了，开始了。当城门被撞开的一瞬间，撤。失去了火焰的威胁，丧尸们终于能够完整的踏入管城的大门。虽然这人类很狡猾，但作为最伟大聪明的6阶战士，这点小小的挫折可是难不倒我的。今天我必定可以以这城市为踏板，成功进入7阶，产生质变。大战已经开始。小蛋，这样下去我们坚持不住啊！坚持不住了，那就轮换。可是李千婉上，准备轮换。你们的人不用轮换。刚刚你不是还在说坚持不住了吗？现在怎么没反应啊？秦婉儿反应了过来，连忙安排张曼，让他组织撤离休息。很快，
轮换完成，火焰消失，丧尸在定悍不畏死的冲了上来。人类果然很狡猾，居然还隐藏了援军。不过，就这也太小看我了，就你有准备哦。小蛋也是第一次见到内心戏这么多的丧尸。不是说6阶丧尸智力等同于7、8岁的小孩子吗？这只丧尸看起来怎么不太像啊？小蛋已经对这只丧尸兴趣越来越大了。这些人是什么时候来的啊？就这几天过来的啊。前2天，万万回去了一趟，然后让江月带着人分批来到了管城。阳城的丧尸工程甚至连城墙都突不过，根本就没有多少高阶丧尸，6阶更是一只都没有出现，摆明了这些丧尸就是冲着我来的。果然还是实力太强，惹事嫉妒啊！区区丧尸工程罢了，此战结束，我就是彭城第1老大。小心，那是6阶丧尸。第一只6阶丧尸出现了。这丧尸跟人类长得已经说是十分接近了，如果再穿上正常的衣服，然后洗个澡，估计可以以假乱真了。刀光闪过，6阶丧尸，但这还没有结束。在他们俩联手干掉这只6阶丧尸的时候，四周瞬间跃出6只6阶丧尸，呈必杀之势，齐齐奔向了他们2人。但这还没有结束，被6阶丧尸围攻的万万和江月能否成功脱险？6阶丧尸的围攻，万万能否脱险成功？6阶丧尸，如果再算上刚刚的那一只和被地利指挥的那只，那就是8只6阶丧尸。伴随着6阶丧尸攻击，其他5阶丧尸也都纷纷冒了出来，看情况是准备一波拿下小蛋这个团队。是上次的圣神祝福，果然月月团队里卧虎藏龙啊！还好是我的手下。另一边，砍死他！张曼已经快速的朝着那只落地的丧尸接近了，一个捆一个杀，很方便。不过除了这一只以外，可还有5只，但是小蛋依旧没有任何的动静，仿佛没有看见他们一般。近了，越来越近，就等你们了。一瞬间，3只6阶丧尸已经毙命。好的了吗？一个个有意什么？杀！江月和万万也已经加入了战斗，趁着圣神祝福还在，直接吹响了反攻的号角。小蛋可没空管他们，就在刚刚，他还听到了对方的心声：这个人类怎么会这么强？雷电之力吗？这不是我族的克星吗？看来这个就是大人说的不可控因素了吧？这人类在干嘛？傻不拉几的，本大爷不本大师才不跟你玩呢！拜拜了您嘞！找到了，但小蛋并没有急着出手，他可不想找错了。那个人类是在看我？不会吧，这么多丧尸他肯定看不见我的。战斗已经接近1个小时了，在江月、万万等高阶加入战斗全力出手后，局面已经开始稳定了下来，胜利的曙光也已经出现在眼前。这么远了，那个人类怎么好像还是在看自己啊？不至于吧？没事，我都已经马上出城了，他不可能追上我了。终于跑出了管城的大门。见鬼了吧！这个人类怎么会在这？别跑了，跟我回去吧，我有事情想问你。这人类疯了吧？他不杀我，想把我带回去。对啊，不杀你，只要你乖乖听话跟我回去，我就不杀你。这人类怎么会这么猛啊？掌握雷电之力就算了，身体居然还能这么强。知道我猛就行了，快点考虑，是我现在劈了你，还是跟我回去？我假装跟他回去，然后找机会逃跑，或者干掉他。丧尸，你这是在玩火啊？就你还想干掉我？你能听到我内心的声音？知道就行了，所以不要跟我玩什么花招。现在你想好了吗？是跟我走，还是被我宰掉？我跟你走，我跟你走，大爷，别动手！起来吧，为了证明你的诚心，去杀几只5阶丧尸。不太好吧？我可是他们的总指挥哎，你这样让我很难做的哦。你现在是我的人，不对，是我的丧尸了。看你是要他们的命，还是要自己的命？给你3秒钟，快点选。不愧是能当总指挥的丧尸，实力果然不同凡响。这速度
可不比我慢啊！城里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了，跟我走，不要想着动歪心思。你想什么，我可是都知道的。想死的话，你倒是可以试试。对了，一直叫你丧尸也不太好，你有名字吗？叫什么？我有名字哦，我的名字就叫又帅又聪明的齐丹。哦，那就叫你狗剩吧，有意见吗？狗剩。就在他摇手的时候，一个身影突然出现。万万，自己人。狗剩，过来。大哥，你老婆好吓人，差点把我杀了，你得管管哦。你过来，他不知道情况，现在不会杀你了。万万疑惑的看着小蛋，又看了看对面的丧尸，一头的雾水。小蛋哥这是自言自语，还是跟一只丧尸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丧尸攻城落下帷幕，小蛋带回这只六阶丧尸的目的倒是什么？接下来又会有怎样子的危机呢？为六阶丧尸后，小蛋会有什么行动？六阶丧尸会被小蛋当成宠物圈养起来，成为小蛋团队里的新力量吗？小别墅2楼的客厅里，狗剩啊，这样就帅很多了吗？大哥，他们这样盯着我看，我好害怕哦。别怕，只要你不动坏心思，这些哥哥姐姐都是好人，不会杀你的。狗剩啊，我问问你，你们那个大人是什么情况啊？大人特别厉害，我们都是他创造出来的。丧尸是他创造出来的，那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蓝星吗？大人的命令，这里可以变强，除了你们这里，另外还有好几个跟你们类似的地方，也有很多同类去了。狗剩，你说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？既然发现了不稳定因素，你身后的那个大王为什么不亲自来，或者说派更厉害的丧尸来？星球生命，它会保护你们，规则不允许。你的意思是蓝星也是生命，如果遇到太过强大的威胁出现，他会反抗。也就是说，哪怕是你们背后那个人，也没办法跳出这个规则。大王的实力很恐怖，星球规则挡不住的。狗剩，6阶以后还有多少个等级啊？7阶称王，8阶称皇，9阶称圣，7阶以后会有质变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开口说话了，而且我的毒也可以自我控制了。不会自主触发。大哥，你用5阶能量是升不到7阶的，最后的时候需要10颗6阶的能量晶才行。下一秒，他突然爆下音乐，换个别墅吧，这里弄脏了，可惜了我的衣服了。早上7点，首先还是要感谢一下秦城主，没有他的鼎力支持，少了2个6阶的话，这结果还真不好说。小蛋团长，你知道的，我想要的是什么？放心吧。第2天管城北门，秦婉儿并没有出来，由张曼代为送行。小蛋团长，秦城主让我转告你，千万别忘了跟他的约定。喜欢看小蛋视频的小伙伴们，记得一键3连哦！你们的转赞评是小蛋更新的动力，赞越高，咱们更新越快哦。历时2个多小时，3个人终于到达了阳城。还是阳城好啊，走吧，离开了1周多，该回去看看了。阳城还是熟悉的气息，回到自己领地。小蛋哥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跟郭宇聊聊。小蛋哥，鱼龙团一个队伍趁着我们在开丧尸的时候，不仅引诱了大规模的丧尸来袭，甚至还主动出手偷袭。这段时间多注意一下鱼龙团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快点增强实力，至少要把你精英团的实力提升起来，这才是我们战斗的真正本钱。好的。回去之后，小蛋一个人坐在2楼客厅里，陷入了沉思。现在团队里还有不少都是3阶异变者，得跟管城那边说一下，我要打造一个全4阶的1000人团队出来，到时候我倒要看看鱼龙团拿什么来顶。第2天，小蛋亲自带队出城猎杀丧尸，为李静音升级6阶做最后的冲刺。估计还有1个小时左右就能回去了。不过我刚刚看到那边好像有人。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，小蛋也重视了起来。过去看看，丧尸这边我看着。小蛋哥，有问题，那边的人在商量怎么对付我们。他们多少人？200-300人的样子，怎么办？300多人慌什么？指尖上也留虎口。马上，这次1000人团的总队长就被叫到了小蛋的面前。小蛋团长，我是未来城的，我叫魏天宇。魏天宇，看到那个方向了没？拐个弯，200米的样子，
鱼龙团有200-300人在。小蛋团长放心，我现在就过去干掉他们。去吧。冲锋开始。杀！虽然双方还隔着200米的距离，但这股气势一出，对方已经有些慌了。慌什么慌？杀了他们就行了。意外之喜啊！没想到这个领头的居然是个6阶异变者，这次赚大了。不要怕，杀光他们。这个人叫尹建安，是尹建白的堂弟。今天任务完成了，直接杀回去。要是被尹建白先知道消息，带着人堵住了城门，那才是真正的麻烦。在小蛋他们回到城内以后，超级无敌小屁孩团长疑似出手瞬秒了鱼龙团6阶异变者，团灭300多人的队伍。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，而尹建白自然也已经知道了。那个6阶的堂弟死亡，才是真正的实力大损。阳城能有几个6阶？不能再等下去了，今晚就要行动。终于迎来阳城的第一战，小蛋能否抗住老牌势力团的行动？能否成功在阳城站稳脚跟，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呢？大战在即，鱼龙团准备夜袭，小蛋能否刚过鱼龙团，坐稳阳城上家3家的位置呢？晚上7点，整个超级无敌小屁孩团的领地都处于一级戒备。秦婉儿也带着人在开战之际与小蛋回合。第一波就是他们的人海战，到时候萧强负责指挥，李静英主战，不要心慈手软，狠狠的杀疼他们。鱼龙团的精英团会在1点20分的样子出现，从我们的左侧杀过来。江月这边由你指挥。郭宇，右侧他们还有一支队伍，但是目前还不知道具体情况。你的精英团可以胜任，放心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从右侧进入。晴儿，你的人全部去江月那边，听从他的安排，没有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对了，上次月月团队的最强 buff 是叫王珂吧？月月，你安排他去郭宇那边。万万，你自己行动。一切都已安排妥当，剩下的就是静候了。凌晨12点半，杀！小蛋这边同样不惧，跟我杀！双方瞬间交战到了一起。这边的大混战已经陷入了僵持，而在小蛋领地的左侧，时间到了。果然是你，秦婉儿。尹建白，你今天必死！冷静点，隐忍这么久，从管城到阳城，可不是为了送人头的。就这1000来人，也想挡住我们？磨磨唧唧的，跟个娘们一样。去干掉这群老娘们，让他们知道战争是男人玩的。此话一出，两方同时动了。双方一触即发，城小队分散，百灵狙杀了他们的火系异能者。双方的指挥也同时派出了各自的尖刀小队，负责击杀对方的火系异能者。精英团的战斗正式开始。让我来。直至此刻，双方已经是全面交火了，只有小蛋和万万还没有动。刚一交上手，姑娘们这边就落入了下风。除了江月以外，另外3人都显得有些勉强。就这样的水平也想报仇，还是乖乖下去陪你妹妹吧。而其他几个战圈，张曼和另一人已经被打得节节败退，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了。只有江月这边，大家小心点，这个女人的攻击很邪门，估计她的异能是无视防御类别的。喜欢看小蛋视频的小伙伴们，记得一键3连哦！你们的转赞平是小蛋更新的动力，赞越高，咱们更新越快哦。你坚持一下，我马上解决掉这边。眼看这边已经完全落入了下风，异变突起，走去帮他们。可两人刚到最后一个战圈，3对4，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乐观。还能打吗？可以。小蛋呢？小蛋哥到现在还没出现，那说明其他地方遇到了问题。我们必须再坚持一段时间，拖到小蛋哥过来，我还能行。下一秒，6人仿佛有什么默契一般，同时发动了进攻。当左侧的鱼龙团精英队伍出来的时候，右侧同步发生了一阵骚乱。 3位团长深夜前来，是为了鱼龙团卖命。尹建白救过我一命，嘿嘿，看着我干嘛？你们超级无敌小屁孩团今天注定要被灭，听话点，直接投降，还能留个全尸给你。不知好歹的小子，那你就去死吧！3人同时迈步，以多欺少，这样就有用吗？我去干掉那个，这边2个你来，有什么用呢？连瞬间移动都没有用，只是抓住了一次对方靠近骚扰他的时机。一道电弧闪过，跑这么快，
你能跑得过雷电吗？只是对方只能等下辈子去琢磨了。鱼龙团竟然结合了阳城下3家来突袭小蛋，女子团那边有了万万的加持，能拖住经验老道的鱼龙团呢。2打3，面对3个6阶的偷袭，小蛋能否轻松应对？这边高阶战斗，小蛋已经占到了绝对的优势。这两人跟个王八一样，还真硬啊！郭宇，那个你自己搞定。小蛋哥放心。另一侧的江月几人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。可惜了，你们很强，但是带着个拖油瓶是不可能赢的。说废话，如果能赢的话，那你确实赢了。他们在拖时间等小蛋，快点解决他们。6人在布，战至一环。月，杀了尹建白，我救吴汉。别在这哭了，搞得好像一副要死了的样子。你不一定会死，不过他肯定是要死了。像他这样，脑袋没了才是肯定死。你这小伤，马上就还是能活的。你，让你多读书，你偏偏去学喂猪，现在连句话都说不明白，还当团长。撤！杨少雄，快撤！刀别拔出来，给他再喂点变异精，然后送到姜薇那去。别，我要亲眼看着他死。亲眼看着干嘛？你亲手杀了他不就行了？跑，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？挡我者死！我来。果然，惹谁都不能惹女人啊！你看看这个，身上还插着刀呢，血还在流着呢。行了，出气了就行了。张曼，快点把他送到小别墅2楼去，让姜薇去看。完了，我就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下来了。都杀了。与此同时，那10几万人的战场也已经得知了尹建白死亡的信息，纷纷跑路了。而不远处，温辉已经走了出来，在另一个方向，彭越也已经带着人朝这边走来，加入我们巨鲸团，保你们不死。嘴里还不停地喊着我加入。彭团长，你这事也要跟我过不去。小蛋团长，这批精英团给我，今天这事我就再也不插手了。给你。刚刚进去的那1000人，我就不追究了。你敢再多收一个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不服的话，你大可以试试。我也想见识一下彭团长的空间异能。英雄出少年啊！但是你想就这么逼退，我是肯定不可能的。今天就冒昧的试一下小蛋团长的手段了。其实这还是慢了点。彭团长不应该跑这么快的。一次性控制4把钢刀，确实厉害。小蛋团长，有缘再见。小蛋哥已经全部杀了，先去救人。那些尸体都看一下，没死的补一刀。当小蛋回到领地的时候，李静音也已经跟另一伙人对峙了起来。就算小蛋团长来了也没用，你们现在已经是油尽灯枯了，要么给钱，要么的话，嘿，要么怎么样？小蛋团长来了最好，你给我们1人1000颗4阶变异精，我们马上就走。1000颗4阶变异精，那好啊，你拿出来我就放你走。你说什么？你怕不是人打傻了吧？你以为就你们是6阶吗？这个时候还敢震吗？你们3个1人500吧，交出来就可以走了。小蛋看向了另外几人，特别是刀疤。小蛋团长，我真没有啊，我才5阶，我是被他们蛊惑带过来的。哦，没有还敢来，而且这是第2次了吧？只剩你们了，怎么说？最后那名团长交完了500颗4阶变异精，直接逃路了。还挺有钱嘛。消灭鱼龙团，还有余力正面刚上巨鲸团。面对最后的城主府，小蛋是会选择休战休养士气，还是迎战坐稳阳城第1的位置呢？终于坐稳了阳城上3家的位置了。庆功宴后又会有什么样的危机？领地里到处都是尸体。回到小别墅中，累了就去睡吧，我们已经赢了。赢了，但是也死了很多人。小蛋哥，那些死去的姐妹，我希望能在我们领地划一块地出来，当做他们的墓地。得到了小蛋的同意后，江月终于安心的睡去了。万万，你也去休息吧。万万点了点头。虽然今晚的战斗他承担的是最多的，但身上却没有任何伤痕。安排好后，小蛋转身去了的医务室。姜薇呢？啊，团长好，团长，江医生他在2楼最里面那一间。小蛋点了点头，示意他自己去忙。来到小护士说的门口，小蛋轻轻的敲了下门。
进来吧。小蛋推门进入，房间不小，但是只躺着一位病人，就是秦婉儿。动作还挺快的啊，没死吧？我刚给他做了个全面的检查，6阶变异者的身体确实很强，加上变异精的功效，命是保下来了，只要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保住就好，他可是答应了的，只要尹建白死，管城和他都是我的。小蛋哥，你说什么？一旁的姜薇看了过来，没什么，我说活下来就好。说完，小蛋直接离开了医务室，回到自己房间休息。当小蛋再度睁开眼的时候，时间已经来到了第2天的10点。小蛋来到了客厅，李静怡呢？目光扫视了一圈，小蛋发现还有几人没有到。静怡回家去了，昨晚这情况，他不回去，他父亲肯定不放心的。我打算在晚上弄个欢庆会，到时候所有人都可以参与。女子团要快点把人招满才行。大批的女性在等着加入呢，这个不用担心。小蛋哥，我们的变异精已经够了。等到江月说完，小萝莉就迫不及待地插嘴了。这个时候她说够了，所有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够升7阶了。升级不急。对了，秦婉儿怎么样了？挺好的啊，江医生说他6阶异变者的身体素质，估计最多1周就能恢复如初了。行了，我们要去准备了，晚上还有活动呢，你自个儿玩去吧。江月也放下筷子站了起来，紧接着是小萝莉等人纷纷站了起来。夜幕即将降临，领地里却一片欢声笑语，跟昨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作为昨晚的功臣，小蛋团长说了，今晚你们酒水畅饮，肉管饱。庆功会正式开始。你可是团长，当然是你来开场。可，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，就连场外的那几万人都闭上了嘴巴。很感谢有大家才能走到今天，多的话我不说，在这个末世，我小蛋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合力，一起走下去。话音刚落，下面立刻响起了捧场的掌声。行了，别起哄了，我知道你们想看小姐姐们表演节目，我就不多占用时间了，大家吃好喝好。小蛋也趁机放下了话筒。小蛋哥，我敬你。年轻人多喝点，我就算了。第2天，小蛋独自坐在卧室的床上，随着他的睁眼，一股庞大的无形力量喷发而7阶称王，掌控灵魂之力。小蛋再次闭上了眼睛，只是这次的升级不同于之前，除了身体的变化以外，灵魂力量的出现才是真正的质变。现在的空间瞬移和雷电之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，只要我的灵魂力充足，天天用雷电放烟花都行。但是以我现在的能力，瞬移最多可移动10次。除了这个能力以外，小蛋感觉自己身体机能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。只见小蛋来到一处空地，缓缓闭上眼睛。我的敌人可不是地面上的这些人，而是在宇宙中不知何处。想着，小蛋右手一挥，兴奋进过去。小蛋突然感受到了一阵眩晕，小蛋直接从空中掉了下来。刚才的御空飞行和雷电之力已经用了小蛋70%的精神力了。回复精神力最直接的方式，自然就是吸收变异精里的能量。看来以后要多存1.6阶的变异精了。喜欢看小蛋视频的小伙伴们，记得一键3连哦！你们的转赞平是小蛋更新的动力，赞越高，咱们更新越快哦。没多久，小蛋便回去了。今天又多了一双碗筷，秦婉儿已经彻底恢复了过来。管城依旧先按照以前的方式来管理，今天我就送你回去。阳城这边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，按部就班的发展就行了。加上管城的资源，下一个期间也不会太远。我把晴儿送回去以后，准备去其他地方转转。午饭吃的有些压抑，大家万万没想到，好不容易平静了下来，小蛋居然要走了。空投箱也要抓紧搜索，早点把他们3个弄出异能天赋来。行了，怎么弄得跟个交代后事一样？想做什么就去做，记得回家就行了，家里有我们，你放心。在能力提升至恐怖的7阶后，杨成已经满足不了小蛋的需求了。为了对抗幕后黑手，小蛋决定自己单独出去试炼。试炼的途中又会有什么危险呢？成功迈出7阶的小蛋准备踏上一个人的旅途了。新的篇章开启，小蛋又会有怎样的机缘呢？第2天，日上3竿，万万醒来的时候，江月站在窗口旁边发呆，房间里已经没有了小蛋的踪影。走了。
月月，我要跟队出去，想要跟上小蛋的步伐，那我就得更加努力的获取变异晶，在他下次回来的时候，我也能有资格继续当他的影子。好。阳城到管城的大道上，口罩太小了，根本封印不住你的颜值，下次弄个头套出门吧，就不会被这么多人看了。进入管城后，两人直奔城主府，张曼已经在那里等候了。今晚在这里，明天再出发，送你个东西。刚到楼上，秦婉儿就拉着小蛋进了自己的闺房。小蛋还在打量秦婉儿的房间，他已经拿出了一个背包递了过来。当小蛋拿到手上的时候，就知道了，这是一个空间装备。这个背包可以容纳30万公斤的资源。秦婉儿是打算要自己背着30万公斤的资源出门，这也太吓人了点。小蛋从阳城出来，江月就已经给他准备了不少东西了，光是食物和水就足够小蛋一个人生存3个月的了，还有其他的各种装备都是应有尽有。而现在秦婉儿表现得更加恐怖，直接拿出了一个30万公斤的背包。别闹，我哪要带这么多东西啊？而且在这末世里背个包，是怕别人不抢我吗？可秦婉儿不管，依旧叫来了张曼，让他现在就去准备物资。看样子秦婉儿这是暗地里跟江月给较上劲了。第二天清晨，秦婉儿依旧在小蛋悄悄爬起来的瞬间就睁开了眼睛，随后堵住了门口。背包必须带上。好好休息，好好管理管城，等我回来。随后轻轻在他额头上一吻，潇洒离去。喜欢看小蛋视频的小伙伴们，记得一键3连哦！你们的转赞屏是小蛋更新的动力，赞越高，咱们更新越快哦。现在的小蛋其实也没有什么准确目标，他需要快速的提升自己，而不是留在阳城慢慢的养老。未知的敌人还在盯着我，上次派来对付我的阵容可以算是十分豪华的了，要不是我提前知道，怕是就让他的成了。如果我留在阳城，很有可能下次对包就会通过模糊定位，最后派出一大堆7阶丧尸出来了，到时候不只是我了，整个阳城也要跟着陪葬。最终小蛋思考了一下，他决定把第一条线路的最终目的的定为魔都。小蛋背上包之后，并没有选择高速这条路，而是选择了飞过来。按照地图来看，这里应该是克都，这个地方刚可以抵挡5阶丧尸的攻城。小蛋刚一落下，四周的丧尸就嗷嗷的扑了上来。接近城市，丧尸等级果然高了很多，可再高也不过3阶4级。就在他准备找一条合适的路线杀过去的时候，不远处有人类的声音传来。小蛋略一沉吟，决定跟着对方后面回去。大刘哥，那边有一个人。兄弟，你是哪个团的啦？我没有团。兄弟，5颗变异晶，我们带你回去。小蛋没有过多犹豫，直接拿出了5颗变异晶丢了过去。兄弟，我是大刘，你给了钱，你到队伍最中间去，不需要你出手。听说不要他出手，小蛋也乐得清闲，直接走到了队伍的最中间。果然，再又继续前进了100米左右，一只4阶丧尸突然冲了出来，瞬间就击伤了2人。稳住，别乱！看到4阶丧尸的出现，队伍一时之间有些慌乱。大刘连忙回身，手起刀落，先将被丧尸击伤的2人给杀了，避免出现更大的混乱。随后单人面对4阶丧尸依然不惧，可4阶丧尸不止一只。就在大刘跟丧尸交上手的时候，另一侧第2只4阶丧尸也冲了出来。我去，这也是一只4阶丧尸！而小刘也迎上了这一只4阶丧尸。你们快去帮忙，小刘不一定能打过，只要拖住一会儿，我就可以了。只是这样下去也根本撑不了多久。果然还没到2分钟，一名3阶异变者就被丧尸抓到空档给抓伤。4阶丧尸瞬间甩开了追逐他的小刘，转身朝着另外2名3阶异变者冲去。救！后面一个字还没喊出来，4阶丧尸就已经到了他的面前。当刀落下，4阶丧尸身亡。看到危机消失，大家总算放下了心里那口气。后面的路，哪怕刘家2兄弟没有再出手，大家也都走得十分顺利，连3阶丧尸都没出现2只。终于到了，进入了城内。小蛋一路走来，看到不少住宿的地方，小蛋自然是选了个看上去比较气派点的7天旅社。
给我一间你们这儿最好的房间。听到小蛋这话，门铃小姐姐笑得更加真诚。听到30颗变异晶的报价后，小蛋爽快地付了钱，拿着钥匙上楼了。只是在他上楼的时候，不经意地朝着身后看了一眼，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。这熟悉的身影会是谁呢？来的人是敌是友？什么？竟然有人打劫7阶强者！小蛋与3名赏金猎人会有什么样的大动作呢？第二天一大早，小蛋早早的起了床，准备离开了酒店。小蛋再次感受到了那股熟悉的视线。一晚上了，这人居然还没放弃。小蛋也没去管他，根据昨晚的记忆，朝着城主府的人才市场走去。先生，请问您是来找工作的还是来招人的？我是来招人的。听说小蛋是来招人的，小姐姐马上变得尊敬起来。这位团长，我们这儿的收费标准是按照您招人的数量来的，如果是30个人以下，您需要交纳30颗变异晶的保证金才行。团长，您对招人有什么要求吗？客服小姐姐带着小蛋来到了一处沙发坐了下来。实力无所谓，找几个年轻点的、机灵点的，最好是对客都熟悉的，人数不要太多，3、5个就行。客服小姐姐朝着最里面走去。小蛋刚坐下喝口茶的功夫，客服小姐姐就带着4个人走了过来。团长，我按照您的要求把人找来了。小蛋在看这4个人的时候，对方也在打量着小蛋。说说你们擅长的。那我先说了。贼眉鼠眼的汉子第一个开口。我叫侯飞影，4阶异变者，打架我不在行，但是单论身法，我谁都不服。我没事前就是大名鼎鼎神偷，只要老板需要的，城主夫人的内裤我都给你偷来。嘿嘿。小蛋点了点头，示意下一个。我叫张涵，4阶异变者，异能寒冰。顾心怡，4阶异变者，异能治疗。治疗？一个克兜，居然一下就出现了2名没听过的异能异变者，而且这个治疗的异能听起来还很强的样子，估计跟王科一样，属于辅助系的异能。老板，俺叫陈笑，俺是外地的，在这里打工，没想到末世回不去了。俺从小就力气很大，现在也是4阶异变者，异能坚韧。老板，俺一天只要50颗变异晶，你要是管吃管住，我只要30颗就行。行，我要这3个就行了，最后这个不用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就跟我走。小蛋则是带着另外3人在客服小姐姐的带领下来到了前台。小蛋团长，这3位的工钱都是50变异晶一天，您需要当场付给他们，这也是我们人才市场的规矩。随后双方在人才市场的见证下签订了协议，一份交给了小蛋。所有手续办理好之后，3人便跟着小蛋离开了人才市场。小蛋团长为什么选了我们3个没选他？能在这个末世活下来，而且还混出点名堂的人，你觉得是老实憨厚就能做到的？顾心怡哑口无言，好像确实是这个道理。我需要知道整个刻都的高阶实力分布，记住，不是明面上的，而是所有的5阶和6阶。给你们2个1天的时间去查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见，不要想着糊弄我，大概的数我还是有的。侯飞影和张涵点了点头，随后直接消失在人群中。那我呢？给我逛街啊！当小蛋离开后，刚刚他看过的那个地方钻出来4、5个人，其中一人就是昨天队伍里的那个年轻人。这确实是头肥羊啊！本来以为他请了3个保镖还有些棘手，现在就剩下一个奶妈，这不是找死吗？你们几个跟紧他，我去准备一下，晚上动手。作为老板的小蛋没有给他安排任务，顾心怡也乐得轻松。上一次丧尸工程是什么时候？应该有20几天了。老板，你不会是怕下一波丧尸鱼，所以才雇佣我们的吧？难怪你让侯飞影和张涵去查高阶异变者的数量，那可能还早着呢。下一波可能会出现6阶丧尸了，整个客服才场主一个6阶异变者，5阶异变者的数量也不会过多。真要是现在来了，那跟直接让我们死有什么区别？喜欢看小蛋视频的小伙伴们，记得一键3连哦！你们的转赞屏是小蛋更新的动力，赞越高，咱们更新越快哦。顾心怡万万没想到，小蛋说陪他逛街，还真就是陪他逛街，1整天的时间。虽然2人逛得很悠闲，但整个刻都也基本上都给逛遍了，甚至2个城门口小蛋都去看了一遍。既然决定在这里等待丧尸雨的降临，那肯定要把地形全都给弄清楚，好方便我到时候动手。最后一站来到了城主府，1整天的时候，小蛋也大致的了解了一下刻都的势力分布，
看来我要得找个机会去找一下客都的城主了。看到没，这里就是城主府，气派吧？气派，想住进去吗？啊，你想干嘛？没干嘛，就随口问问而已。看完城主府，天色也已经渐渐暗了下来。那个老板，晚上你是住客天下？我住那里，你呢？跟我一起。我自己有地方住，老板，我送你回酒店。今天就有那么一伙别有用心的人，就卡在这条路上等待着。看到小蛋二人出现后，立刻合围了上来。打劫，把变异精都交出来！顾心怡第一时间就护住了小蛋。顾心怡，我劝你少管闲事。你一个奶妈，你觉得护得住他？认识我就好，这个是我的雇主，现在他的安全受我保护。这小姑娘还挺有原则的。认识你，我当然认识你。不过既然你自己送上来了，我更想认识一下床上的你。老板，对面人多，而且肯定不止一个4阶，待会儿找机会跑。老板，你……下一秒，对方的人已经冲到了他们面前。小蛋竟然遇上打劫这回事。下一集看7阶后的小蛋如何完虐。